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每天都在煮饭、洗衣、陪笑，扮演着一个好媳妇的角色，但某一天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家从来都不属于你。那一瞬间，你的名是自笑容甚至存在感都像是被风吹散的尘埃。那天清晨，正是这样的一个瞬间，把他从梦里拉入现实。天还没亮，厨房的灯已经亮着了，晨雾掩住了窗外的天光，但厨房里的蒸汽却腾腾地冒了起来。灶上的白粥咕噜咕噜地翻滚，锅盖被气流顶得轻响，像是心跳急促而无法平复。陈立斌穿着一件旧针织衫，围裙上还带着昨晚油渍的痕迹。他低头把洗好的小白菜切成均匀的段，动作熟练又安静。他不喜欢这个厨房太亮，觉得那样会暴露墙角霉斑和他眼里的疲惫。楼上传来脚步声，是婆婆朱桂兰下来了。她一向起得早，6点整，像个报时钟粥。煮好了，朱桂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只用了20年的搪瓷杯筷。好了，陈立斌语气温顺，小声答着。朱桂兰走进厨房，看了眼锅里，又扫视了一圈灶台，皱了皱眉，油瓶怎么没擦干净？你做事能不能细心点？人家要是进来看见还以为我这家怎么教的媳妇。这句话像往日一样砸得人心口一沉。立斌没说话，只是轻轻吭了一声，拿起抹布把油瓶又擦了一遍。不久，客厅的电视打开，婆婆坐在老式木沙发上，开始看早新闻，声音开得很大。她时不时咳一声，再喊一句：“你煮个粥怎么这么久啊？老头子以前都不吃你这么慢的。”天彻底亮了，楼上传来开门声，是丈夫宋凯。他一边下楼一边系着领带西装熨的平整皮鞋。锃亮他站在餐桌边，看了一眼摆盘整齐的早餐，没有多说什么，只低声说：“今天有早会，我先走，早点吃点再走吧。”立斌递上一碗粥，小心翼翼，来不及了。他眉头紧锁，语气淡漠。朱桂兰却突然插话道：“人家男人忙事业，你这个当老婆的就要体贴点，别整天在家里没事找事。”立斌垂下眼帘，嘴角动了动，没有出声。他明白这个家里他永远是个外人丈夫，越来越晚回家，母亲越来越瘦。尖刻婆婆的眼神里常常透着不满和轻蔑，而奶奶孙太太虽然年纪大了，却常常在饭桌上重复着一句话：女人啊，要生个孩子才算安稳。可是她结婚3年，肚子一直没有动静。那天邻居王太太路过门口，拎着一袋鸡蛋，笑着说：“小宋啊，昨晚我好像看到你在金河路那边吃饭，你旁边那个女孩长得可真漂亮。”是宋凯只是笑笑公司应酬。陈立斌听着手上的动作一顿，脑海中却浮现那晚丈夫回家时衬衫上残留的香水味。厨房的灯依旧亮着，白粥早已熬好锅底，有些年了，你怎么又发呆？朱桂兰不耐烦地喊：“粥焦了，你赔呀！”他低头关火，却看见锅盖上倒映出的自己脸色蜡黄，眉头紧蹙，眼神里藏着一团说不清的雾。他突然意识到，这锅粥他每天都煮3年了，没一天错过。可这个家仿佛只是他在一个人的战场上，一边委屈一边坚守。晚饭时，宋凯又不回来，电话里他说临时加班，别等。朱桂兰叹口气：“要是那谁回来就好了，听说现在在国外混得不错。”谁？立斌轻声问：“还能是谁？”夏亚兰啊，以前咱家凯最听他的。他心里一颤，拿着碗筷的手不自觉握紧。夜深了，他坐在床边，听着窗外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那一刻，他第一次感觉到宋太太这个称呼像是一层外壳里面的他，渐渐消失了。那天下午，天气阴沉，风里带着湿气，像是有什么未说出口的话悬在空气中。陈立斌回到家时，婆婆朱桂兰正坐在客厅，一边切水果一边讲：“电话语气里满是笑意。真的，你从英国回来了？哎呀，阿凯这孩子要是知道你回来，肯定高兴死了。”他一脚刚踏进门，朱桂兰便朝他喊：“立斌，今天晚上家里要多一副碗筷哦，阿凯的老朋友来吃饭。”哪位朋友？他顺口问夏亚兰。以前和阿凯同班的那个高高瘦瘦讲话有气质的女孩，你不记得了？朱桂兰笑得没开眼笑。以前他们不是，我也不多说。总之人家现在是留英归国的高材生，有气质有本事，刚回国就来看咱们家，多有心。陈立斌的手指微微收紧手中的
购物袋塑胶声轻轻摩擦，像是一种无声的抵抗。他没有回答，只是默默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餐。傍晚7点，门铃响了。当门打开那一刻，空气似乎凝结了几秒。站在门外的女人，一身灰蓝色风衣，长发微卷，手里提着一瓶红酒，笑容得体又疏离。阿姨，好久不见。哎呀，好乖的孩子，快进来，快进来。朱桂兰一把拉他进门，这是我从伦敦带回来的红酒，听说您喜欢喝一点点。夏亚兰将酒递过去，目光却在不经意间与丽宾对上短暂的1秒，却如万针穿心。这位是夏亚兰问我太太陈丽宾。宋凯淡淡说了一句，便低头去翻报纸。哦，你好。夏亚兰微笑点头，语气温柔。晚餐桌上气氛诡异，婆婆与夏亚兰聊得热络，从她在英国的生活聊到现在打算回国发展的计划，一边还不时暗示，哎呀，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出去闯过一圈的气场都不一样。丽宾几乎没有插话，只是默默夹菜吃饭，偶尔帮奶奶添汤，而宋凯只是低头吃饭，话极少，但偶尔眼神飘向夏亚兰，总带着一丝说不清的光。饭后朱桂兰提出让夏亚兰住一晚，说是家里有空房多一个人热闹，宋凯也没有反对。那一夜，陈立斌辗转反侧，隔墙传来客房的笑声与谈话声，每一声都像在他耳边敲击。他想起结婚那年，宋凯曾牵着他的手说：“我妈嘴坏，但心不坏，你别放在心上。”他信了，也忍了3年。现在他忽然发现，原来有些位置从来就不是他的，只是他一厢情愿地坐了太久。隔天早晨，他提早起床准备早餐，夏亚兰走进厨房，笑着说：“你手艺不错，阿凯。”有口福，他淡淡一笑，谢谢，然后继续切菜，不再多言。我记得以前在学校，阿凯总是最会保护女生的，那时候我被欺负，他第一个站出来，现在看他当老公，也一定是很有担当的人吧。夏亚兰语气轻飘飘，却句句带刺。陈立斌放下刀，转过身看着他的眼睛，你是他的过去，我是他的现在，你回来了，他会怎么选是他的事，但我不会退。夏亚兰怔住了，似乎没想到这个温吞的女人会说出这样有力的话。午饭过后，夏亚兰离开了，带着微笑，也带着一点不甘。那天晚上宋凯回来时有点晚，身上带着淡淡的香水味。他站在阳台背对着他，你是不是不高兴？我妈邀他来，他问他没有回头，只说如果今天是我带个男同学回来住一晚，你会怎么想？他沉默了半晌，然后说你多心了。他点点头，没再说话。那一夜他又梦见自己站在婚礼现场，白纱洁白如雪，可人群中却只有他一人。婚姻里最难的不是争吵，而是沉默。当对方不再为你生气，不再为你争论，甚至不再看你一眼时，你才发现最残忍的距离是同床异梦的疏离。最近几周，宋凯越来越忙，每天早出晚归，手机不离手，连假日都说要加班。有时候他回家晚了也不再解释，有时候干脆连晚餐都不吃。陈立斌学会不问也学会了沉默，问了只换来一句你这么没安全感是不是有病。他不想争了，也是叔婆婆朱桂兰如往常挑剔他的菜切得不够细，衣服折得不够齐。最让他难受的是那句我们家命好，娶了你这种命差的女人才会一事无成。这天早上，立斌拿着扫帚准备打扫阳台时，头一阵晕，眼前一黑，整个人差点摔倒在地。幸好奶奶孙太太刚好出门买菜，看见他扶着墙喘气，赶忙扶他进屋坐下。丫头，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没吃早饭？立斌摇摇头，勉强笑了笑，可能最近太累了。孙太太轻轻摸了摸他的手，我年轻时也是这样，怀你公公的时候，一开始就经常头晕。你是不是？这句话让他心中一震。当天下午，他偷偷去了附近诊所，几个小时后，他坐在医院长椅上，手里攥着一张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怀孕5周。那一瞬间，他的心跳几乎停止。他从没想过，在这样一个破碎边缘的家庭中，会有一个新生命悄悄来到回家的路上。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他却像被时间抽离，只听是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晚餐时，他望着餐桌上3菜1汤，朱桂兰的脸冷冷的，今天怎么这么清淡，连个红烧肉都没有。宋凯没多话，只是拿起碗筷吃了几口就放下他，抬起头，语气冷淡地说：“我们谈谈吧。”他心头一震，谈什么？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推到他面前，这是什么？他手指发抖，离婚协议书。他回答的是
简短却无情，我已经签好了，你也签一份，过几天去办手续。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餐厅的灯光突然变得冰冷白的刺眼。为什么？他问，声音嘶哑，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低下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未来了。朱桂兰冷冷补上一句，你以为凭一纸婚书就能绑住我儿子？你有什么没学历、没家世、没孩子？我们家欠你。妈，丽冰看着那份协议书，眼神空洞。她想告诉他，她怀孕了，但她忍住了。她突然明白，这个孩子不能成为她求生的筹码。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被视为挽留手段的身份里。当晚，她躲进房间，坐在床边，抱着膝盖，泪水静静滑落。手机响了，是她的好友阿敏。最近怎么样？阿敏问她，犹豫了一下，只说我好像快撑不下去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一句，要不要来我那边住几天？你需要呼吸的空间。他点头，虽然对方看不见。夜深了，宋凯睡在隔壁书房，他捧着那份离婚协议书，看着自己的名字写在空白签名栏上，手指颤抖，却迟迟下不了笔。孩子还在，他还是妻子，但这个家已不再有他的位置。他深问自己，这就是婚姻吗？从热恋到冷淡，再到遗弃，像是一场缓慢而残酷的葬礼。那晚他没有签字，但他知道一切正在走向终点。有时候一场雨足以洗去一个人的所有期待，也足以让一颗曾经坚强的心彻底崩溃。那天傍晚，乌云压顶，风声呼啸，陈立斌站在客厅，手里捧着还未签字的离婚协议书。宋凯回来了，神情疲惫，一进门就脱下西装扔在沙发上。朱桂兰从厨房走出，冷眼看他怎么还不搬走协议，都签好了，你还赖着干嘛？他站在那里像被盯住一样，低声说，我不会签。宋凯皱眉，你在固执什么？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怀孕了。他终于开口，空气静止了一秒。朱桂兰立刻冷笑，和这种时候说怀孕，你是不是看多了电视剧，想用孩子绑住男人？宋凯的脸色复杂，眉头紧锁良久。他说，你有证明吗？我不需要证明。他声音低但坚定，这是我的孩子，不是交易筹码。朱桂兰怒气上涌，你要留下也行，搬出去生别，在我们家装可怜妈。宋凯低吼一声，但那声音软弱无力，没有阻止朱桂兰接下来的动作。他打开大门，指着外头，说现在立刻搬出去。雨已经落下，像支线一样密集。窗外的世界灰蒙蒙的，街灯还未亮起，天地间只剩湿冷与风声。立斌看着门口，一时间站不动。你不走？是爸，我帮你。朱桂兰转身将他的行李箱拉出，扔在门外，还有几件衣服散落在地。他一步一步走到门边，弯腰捡起自己的东西，每一件衣服都像是某段经努力过的痕迹，曾经想成为这个家的妻子、媳妇、未来母亲的证明。他颤抖地站起来，头突然一阵剧痛，腹部也传来剧烈的抽痛。他伸手扶墙，整个人蹲下来，额头上冒出冷汗。你又演什么戏？以为装晕我儿子就会心软？朱桂兰嗤之以鼻。他咬紧牙关，强撑着站起来，拖着行李一步步走进雨中，门砰地关上了，将他隔绝在这个曾经称为家的地方之外。他走到巷口，腿再也撑不住，跪坐在地上，雨水与泪水混合在一起，他整个人湿透，脸色苍白。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车窗摇下来，司机探出头来，小姐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他抬头看见那是个60岁左右的老司机，眉眼慈祥，穿着旧皮夹克。他勉强点了点头，请带我去最近的医院。他赶忙下车，帮他扶进后座，替他关上门，还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他身上。别怕我，老伴儿也是医院的护士，我带你去最好的急诊。他说着，语气平稳，像是冬日里的一缕暖风。车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雨滴敲打车窗的声音。到了医院，他搀扶他进急诊室，护士看见他的样子，立刻安排检查。几个小时后，医生从诊室走出，表情凝重。她刚怀孕不久，但因为剧烈受寒和情绪刺激，孩子保不住了。那一刻，她坐在病床上，双手紧抓床单，眼泪无声流下。老司机默默坐在她旁边，低声说，孩子走了，但你还在，你得好好活着，别让自己淹没了。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隔天清晨，医院走廊空荡荡的，说有她一人躺在病房里，没有丈夫，没有婆婆，甚至连一句电话都没有。护士问她需要我们通知家属吗？她轻声回答不用，他们不会来的。出院时，老司机又来
接他姓赵，自我介绍说叫老赵，有2个女儿都在外地，我看你这年纪跟我小女儿差不多，你如果不嫌弃这几天先住我家，我太太很热心。老赵说他红着眼眶感激的点头，谢谢您。那天傍晚天放晴了，云层散开余晖洒落他坐在出租车后座，望着窗外的世界，第一次意识到离开这个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有人说女人的重生要从学会一个人过日子开始，但对陈立彬而言，真正的重生是从学会不再寻求谁的肯定。开始离开医院后，他暂时住进老赵一家。位于苏州郊区的小屋，那是一栋老式平房，院子里种满木槿与紫藤花，墙角还有几盆半枯的薄荷。老太太王阿姨说，这花原本不开了，你来的这几天抽芽了，神奇得很。她坐在院中看着那小小绿意，心中竟升起久违的柔软。王阿姨是个慈祥的妇人，嘴碎却温暖，做菜也好吃。她对立彬说，你就把这当娘家，你这年纪的女孩应该有人护着，哪能被那种人那样对待。这些话她从未从婆婆口中听过。某日早晨，她在附近菜市场无意间看到一张海报，妇女关怀基金会征求助理志工支援受暴女性与儿童，她心里一震。那天晚上，她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写下了人生中第一封求职信。几天后，她接到电话，对方声音温和，您好，我是苏州人心协会的林主任，我们看过您的资料，很感兴趣，方便来面谈一下吗？他穿上王阿姨借给他的一件米色衬衫和长裙，整理了头发，用力呼吸一口气，然后坐上地铁前往市区办公室。不大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的画，有些歪斜的爱心与太阳，颜色浓烈却单纯。林主任是一位30多岁的女，信言语利落，但眼神温暖。你的背景我们了解过了，虽然你没有心理学或社会工作学历，但你的经历其实比书本更真实。他看着立彬轻声说，你愿意从最基层开始学吗？他点头，眼眶泛红。我不想让像我这样的女人再被推入黑夜里。第一天实习，他跟着一位社工去探访一位求助者，那是一位单亲妈妈。女孩只有8岁，满手伤痕，眼神戒备。当她靠近时，小女孩本能地往角落缩，但她只是蹲下来，把手上的小熊玩偶轻轻放到地上。你可以不跟我说话，但我在这里陪你。她懂这种孤独与防卫，因为她曾经就是那样的自己。几周过去，她逐渐熟悉流程，协助整理个案资料，安排安置，陪伴家访。有一次，她扶着一位满身伤痕的女子去报案，女子崩溃大哭，她握住对方的手说，我也走过这条路，你不是一个人生活不富裕，但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某天傍晚，她站在阳台，看着夕阳映照下的河道，风拂过脸颊，不再寒冷。她接到一通陌生来电，你好，请问是陈小姐吗？我们是都市电视台她的故事节目组，最近收到一位社工提名，想邀你分享你的经历，你方便吗？他一愣，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对方笑了，正因为你不认为自己伟大，你才值得被看见。他沉默良久，低声回答，我再想想，谢谢你们。那晚他在手账上写下几个字，我活着不是为了谁的肯定，而是因为我值得。第二天协会来了一位新义工，留着短发，笑容灿烂，是社工。林主任的妹妹，我姐姐说你是我们这儿的玫瑰，外表柔软但内在有刺，不让人再轻易伤害她。第一次笑了笑的，像个刚从风雨中走出的人，而她不知道在城市的另一端，宋凯正在与母亲激烈争吵。你以为你娶了谁回来？她那种女人根本配不上你。朱桂兰怒斥够了宋凯，第一次大声是我对不起她，是我让她失去了孩子。他不再辩解，只坐在黑暗中回想起那天雨夜他站在门口的模样。他没想到有一天会后悔到无法呼吸，而立彬正在学着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天苏州天气晴朗，微风拂过高楼之间，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城市的街角。这样的清晨让人几乎错觉一切都还来得及。陈立彬穿上一套简单却得体的蓝套装，发丝干净利落，眼神清澈如镜。他站在地铁出口，抬头看着那栋熟悉却陌生的大楼——东润建设总部。这里曾经是她做饭、送便当、等丈夫下班的地方。如今她是这场公益论坛的邀请来宾，代表人心协会参与城市妇女重建的案例分享。
时间旁浮绕了一个圈，把他推回就地，只是这次他不再卑微走近。会场时，主持人亲切地招呼他：“陈小姐这边，请您做主讲嘉宾。”第二排，他点头微笑落座的瞬间，听见一声轻微吸气，不远处，宋凯身穿西装，面容略显疲惫，那双他曾熟悉的眼睛瞬间充满惊愕与不确定。他不是没想过会再见他，但他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光亮，这么坚定。他看了他一眼，只淡淡点头，无声问候，便将目光移开会议，正式开始。主持人简介他的背景。陈小姐虽非专业出身，但凭借个人经历与共感力，帮助过近100位受创女性。她的故事让我们深深动容。全场安静，只有她的声音清晰传来。很多人问我从黑暗里走出来是什么感觉，我说走出来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不再回头。观众席中有些人悄悄红了眼眶，而宋凯却像被定在座位上。他看着他的侧脸，光影落在他的睫毛与嘴角。他不像他记忆中的妻子，他不再沉默，也不再等待。散会后，有记者上前采访他有条不紊地回答，并对着镜头微笑。我曾经以为自己只是别人的附属，现在我知道我本身就值得被尊重。就在这时，一道熟悉又刻薄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哼，说的真好听，没了婚姻，到处风头来了。”他转身看见朱桂兰挽着名牌包包站在人群外，冷眼看他。他没有多说，只是微微一笑。朱太太，好久不见，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代表什么机构？说这些话装模作样的朱桂兰话未说完，就被一旁的记者打断：“请问您是她的母亲吗？”朱桂兰一愣，脸色一沉：“不是，是我儿子的钱算了。”厉斌轻声说：“他是我过去的家人，现在不是。”记者微笑：“了解，谢谢你们。”人群散去后，他与朱桂兰单独站在会场门口，两人四目相对：“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朱桂兰质疑：“不是我变了，是你从没看清我。”他轻声回应：“你以为现在光鲜亮丽了，我儿子就会求你回来？”他摇头：“他求不求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不再需要被谁求回去。”他转身准备离开，却撞上正走来的宋凯，两人四目交接。他低声唤李斌，他停住脚步，莫说话。他艰难地开口：“你过得好吗？”他回头，眼神柔和但坚定：“现在很好，比从前好多了。”“我对不起。”他声音低哑。他静静看着他，许久彷徨，在看一个过去版本的自己。“谢谢你曾经离开我，因为那样我才学会爱我自己。”说完，他迈步离开，那背影笔直坚定，融入黄昏的金光中，没有一丝犹豫。走到会场外，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在街角卖画，他走过去，弯下腰问：“这幅画是你画的吗？”女孩点头：“是我梦里的妈妈，她会从云里走下来，抱着我。”他愣了一下，买下那幅画。回家的地铁上，他看着那张画纸，心中翻涌。他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像他曾经一样的人，他不能救所有人，但他可以守住自己，成为光的一部分。冬末初春的苏州，气温还带着凉意，但阳光却温柔许多。厉斌抱着话筒站在协会的门口，望着街对面的梧桐树，心里一阵平静。那天他把小女孩的画带回来，挂在办公室最明亮的墙上。那幅画里，妈妈从云端缓缓降落，张开双手迎接孩子。那双手画得有些歪，但温度却真实的像他从前梦过的模样。有位资深志工说：“我第一次看到你笑得这么温暖，你的心回来对吧？”他点头，不再否认。最近他被提拔为专案助理，将带领一项女性创业重建的长期计划，协助离婚妇女透过手作与技艺创业自立。这一天，他接到一通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都市电视台邀请他作为转身之光纪录片的受访者，并拍摄他与其他重生者的故事。他犹豫了几秒后答应：“如果我的经历能让某个还在黑暗里的人多撑一点点时间，那就值得。”他准备行李那晚，收到老赵寄来的手写卡片，上面写着：“冰丫头，你像是我这一生路上偶遇的一朵小花园，以为你会凋谢，没想到你长成了一棵能遮风挡雨的小树。愿你永远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他笑着，回信里面夹了一张自己画的明信片，是他站在一棵大树下，阳光从枝叶洒落他头顶，写着2个字：自由节目。拍摄时，他带着摄影团队回到了曾经住过的老巷。他说：“这里我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婚姻，
但也在这里我开始了新的人生。一旁的制作人问他，你还会重新相信爱吗？他想了想，回答不是还会不会，而是懂不懂的。我现在懂得了，爱不是期待谁来给我幸福，而是我先要给自己力量。拍摄最后一天，摄制团队特别安排了一个惊喜，邀请她帮助过的一些个案来到现场。她看见那位曾被丈夫家暴的女子如今穿着制服在一家面包店当师傅，那个8岁的小女孩拉着母亲的手，脸上露出灿烂笑容，还有几位默默送上自制的小礼物的人，每一张脸都真是她的倒影。她红着眼眶走上前，轻声说，谢谢你们愿意活下来，谢谢你们让我相信我的故事不只是悲伤。活动结束后，她站在江边望着远处天光渐亮，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厉斌。他回头看见宋凯站在几步之外，他神情复杂，手中拿着一本相册。这是你以前的画册，我去你娘家收拾时找到的。他接过翻了几页，里面有一张她怀孕时偷偷画的画，是一双婴儿的小手握着她的指尖。他轻声说，我以为她不见了。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一直想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合上画册看着他，我不怪你了，也不再等你后悔。那我们还有可能吗？他微笑摇头，我们有的不是可能，而是各自新的生活。风轻轻吹起他的发丝，他没有回头，只留下最后一句话，你也要学会怎么好好活，不是为了补偿，而是为了你自己。他转身离开，脚步轻盈而稳定。几个月后，他创立了名为云下之光的工作坊，结合艺术疗愈与手工艺教室，帮助创伤女性与单亲妈妈重建信心。而那张小女孩的画就挂在进门的第一面墙，有时她会站在画前，对着画里的云与妈妈低声说，谢谢你从云里走下来，现在换我来照亮别人。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原来真正让人心寒的从来不是那一刻的出轨，而是你惊觉对方早就为下一段关系做好了万全准备，而你还深陷在上一句我爱你的余温里迟迟不肯放手。未婚夫说公司资金紧张，需要我理解配合降薪独具的调整，那我的工资整整砍去一半，我没多说什么，只当他压力太大，咬咬牙也就忍了。可下午翻朋友圈，无意间看到他助理的动态照片上写着老板给我加薪，还奖励了一辆新车，真的好暖。配图是一辆崭新的100万级豪车，林玉峰站在车旁，笑容宠溺，韩小颖依偎在他肩头，娇俏甜美。我沉默几秒，淡定地点了个赞。晚上会议上，林玉峰当着全公司人的面指责我败坏企业风气，毫不留情地罚了我1个月的工资，还大义凛然地说要为韩小颖补偿精神损失。同事们投来复杂的目光等着看我发火，但我只是默默收拾桌上的东西，把辞职信轻轻放在他面前，只扣工资不足以让我放弃离开。话音刚落，韩小颖赶紧劝道，齐学姐别冲动嘛，一点小事就辞职多不值得啊！她摆出一副担忧的样子，林总平时对你多照顾，你现在这样走不是让他为难吗？他话刚落，林玉峰脸色沉闪过一丝不耐烦，他似乎刚才还想挽留我，这会儿却冷笑出声，他要走就让他走，我问心无愧，怕谁议论？说完随手签下辞职信，顺手一甩文件，直接甩在我脸上。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等着看我爆发。可我只是低头捡起辞职信，平静道，我会把工作交接好再离开。他冷哼一声，不用滚，现在就滚，自愿离职的别指望公司补偿1分钱。有同事忍不住劝我，别冲动啊，齐雪，你可是和林总一起把公司一点一点打拼起来的，大家都知道，公司从只有一张办公桌起步，是我陪着林玉峰一点一滴熬过来的。那时候拉不到投资，是我四处奔走，好不容易敲定一个局，拖着疲惫撑到最后，项目卡壳我带头。天3夜熬通宵赶进度，我的热血青春全都燃在这家公司。如今离职几乎是放弃了自己半条命，但我还是微笑着向同事们点头致谢，坚定地转身离开。
临走前，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林玉峰眼中一闪而过的错愕。他一直以为我走不了。我们曾因为韩小颖争吵无数次，最严重的一次，他当众骂我，把我的年终奖转给韩小颖，我气不过要辞职，最后却心软回来，低头求和。他以为这一次我依旧会像从前一样沉默忍，让最终选择留下，可他不知道我已经彻底醒是了。刚刚走出公司，微信弹出一条到账提醒，是朋友把钱赚了回来。早上他说公司困难，我第一时间找朋友筹了50万，打算帮他解燃眉之急，可话还没出口就看到韩小颖朋友圈晒车的动态，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我不过是一个备胎罢了，而真正值得他疼爱的是那个入职不到1年的小助理。我把钱退了回去，朋友发来一句感谢我，便径直去了停车场。那辆陪我10年的旧车漆面已经斑驳不堪，就在他旁边赫然停着韩小颖的新款保时捷。停车场明还有空位，他却偏偏停在我车旁，显然是故意的。10年的感情在他眼中比不上一辆车的分量。我讽刺的笑笑，发动旧车准备离开，却没想到刚出公司门就被后车追尾了。我下车一看，后车走出2人，林玉峰和韩小颖。韩小颖娇声抱怨，齐学姐，你刚刚突然刹车，我根本反应不过来，说着一脸心疼地看着挤车，这可是林总专门给我挑的，才开了1天。林玉峰脸色顿时黑了，质问我，你是不是故意的？看到别人有新车就嫉妒，找借口报复我，几乎要笑出声着。熟悉的剧本，不问缘由先定罪名，韩小颖却一副大度模样，别怪他了。林总，齐学姐情绪激动也情有可原，要怪就怪我，是我抢了他的位置。说完还配合的叹了口气，一副我是坏人，他是受害者的姿态。林玉峰一脸心疼地揽过他，不是你的错，别往心里去。然后他冷着脸走到我面前，狠狠点了我一下额头，起血。是你看看莹莹学学人家，她才来多久都懂得体谅别人，你呢？我被她推得后退几步，简直觉得荒谬可笑。明明这1年被抢功被污蔑的事，我到头来竟成了我小心眼不懂事。我不想再废话，正准备离开他，却一把拉住我，神情严肃地说，齐雪，我对你严格是因为我希望你变得更好，你应该理解我。我一度以为他终于要道歉，结果下一句是我会撤回你的离职申请，但你要向莹莹道歉。另外这次追尾你全责赔偿金额你直接转到我账户。我终于明白他的苦心是神。转头看向韩小颖，她一脸得意地朝我挑眉，仿佛胜券在握。我冷笑一声，责任归交警，判该赔多少你找保险公司，我还有事失陪。我头也不回地离开身后林玉峰大声吼道，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别后悔。我连头都不回，我从不后悔。回到车上，我发了条消息给朋友，我已经辞职了，明天开始去你公司报道。不到半分钟，朋友便打来了电话，语气里满是惊喜与不敢相信。你说真的？那林玉峰怎么办？当初他们一起创业，但朋友那边资源更强，平台更稳，待遇也远优于林玉峰，而我也终于走出了他的影子。朋友对我格外热情，他说他们公司技术薄弱，极度缺乏像我这样的专业人才，于是许诺给我更高的股份和利润，恳求我过去帮忙。甚至在知道我和林玉峰的关系后，他破例提出让我以兼职的形式加入。可是为了林玉峰，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曾经我最落魄的时候，倒在大雪里快要被冻死，是林玉峰把我从雪地里拖出来，送到了警局，救了我一命。我一直心存感激，为了报答他，我抛弃了一切，全身心投入到事业里，为了他的公司绞尽脑汁，披星戴月，只盼着能一步步帮他把事业做大。可如今看来他并不在意这些，而我的付出算来算去，这些年也该还清。我不必再委屈自己命运，我可以自己掌控。和朋友又聊了几句，确认了签合同的时间，我便驾车回家开始整理行李。虽然这套房子是我1分钱不少自己买下的，可这里满是我和林玉峰共同生活的回忆，我不打算再继续住下去了。我先从床底下清理起，竟发现了许多画散落在灰尘中，画中的男孩手的笑容灿烂，有的神情忧郁，有的专心削苹果，有的对着镜子轻描淡妆。那是林玉峰的每一个表情都充满着生动与灵气，这些画都是我亲手为他画的。他
曾经很喜欢我给他画速写，每一幅都视若珍宝，还特地装裱挂在墙上。但自从韩小颖出现后，他开始觉得画画落伍，浪费时间，说不如直接用相机拍照。来得快，他不再喜欢我为他画画，甚至连这些画也被他随意丢在床底，纸张已经泛黄，人物也褪色模糊。我苦笑着把这些画扔进浴室的水盆里，点了一根火柴，看着火舌舔舐着纸张，一点点将那些曾经的温柔燃尽，最终只剩一捧灰烬，就像我们之间的爱情也悄无声息地燃烧殆尽了。做完这一切，我继续打包，能丢的就丢，我的东西其实不多，但房间突然变得空荡清冷了许多。我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拿起手机准备联系朋友公司那边的租房事宜，刚点开，却看到公司群里跳出一张图片，是一张林玉峰和韩小颖的合照，两人背景是商场游戏区，韩小颖怀里抱着一大堆毛绒玩具，仰着头笑的甜美灿烂林玉峰则站在一旁，眼里藏着宠溺和柔情，这种笑容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当初我也曾拉着他去同一个地方玩，但才刚换完游戏币，他便嫌弃我幼稚，扔下一句没时间陪你玩这些无聊东西，转身离开。他说没时间陪我，却有时间陪韩小颖。我嗤笑出声，他根本不是嫌弃游戏幼稚，他只是嫌弃我群里的同事们也都开始刷屏，有人称赞韩小颖漂亮，有人说摄影技术好，甚至有人半开玩笑问是不是两人好事。江静明知道我是林玉峰的女朋友，他们却敢这么说，是因为林玉峰从来不遮掩他和韩小颖之间的暧昧关系。换作以前，我可能早就打电话去质问他了，可这次我异常平静，装作没看见，继续处理自己的事。谁知不过2分钟，再次点进群聊，却看到那几条消息都被撤回了，连最初那张照片也消失无踪。我本以为他会深夜才回来，没想到没多久，他便一边跟韩小颖通电话，一边带着柔和的表情走进客厅。看到我时，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了1秒，接着故作冷淡地越过我，推门进了卧室。我知道他又在等我去哄他。每次在公司吵架，他摆脸色，我总是主动低头请求他的原谅，哪怕错的人是他，我也一再迁就。以前我以为这是报恩也是爱，但现在只觉得厌倦。我低头继续做着手头的事，没过多久，他果然一脸阴沉地走出房间。群里的消息你看到了吗？什么消息？我明知故问，头也没抬，感觉到他像松了口气，没什么事。工作上的发错群了，我想笑，但已经懒得戳穿他了，只是心里一阵冷意泛起。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他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莹莹，那辆车修好了，你的车修了吗？他又主动搭话，我知道这是他给我台阶下，如果是以前，我早就心软，赶紧凑上前去讨好他了。可现在我连头都没抬，破车没什么好修的。他皱了眉，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抬起头看着他，心里却感到无比陌生。这辆车以前也剐蹭过几次，我想修，他也说不值得。修员以为他又要发火，没想到他却叹了口气。我知道你还在为公司的事儿生气，但小颖这段时间表现确实不错，我送她车只是为了留住她。听到这话，我差点笑出声。韩小颖那个业务做错10次有收9次，连会议上都能把白开水给甲方奶茶点，给自己的人才报价，表能发成底价，直接让公司亏几十万。这样的人如果值得留下，那狗都值3份工资了。要不是我对公司情况一清二楚，差点真要信了他的胡说。我没说话，他又继续劝我，你是我女朋友，将来我们要结婚，公司也都是你的了，你又何必计较公司那点小事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不想让其他同事觉得我偏袒你。我当然知道这些都不过是借口而已，公司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如何区别对待我和韩小颖的。我忍了3年，原本是我一手完成的项目，他却心血来潮，随意就转交给了韩小颖。我只做了一个 PP， 最后成果却成了韩小颖的名字。我辛苦谈了好几天的客户，眼看合同就要签下来了，他却打着我的名义带着韩小颖一起请客户吃了一顿饭，结果合同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韩小颖谈下来的。像这样被偷功劳的事情数也数不清，时间久了，公司里的其他同事都觉得林玉峰更偏袒韩小颖，甚至开始认为林玉峰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在公司遭了不少冷眼和排挤，他全都看在眼里，却装作什么都没看到。我不想再解释，反正解释在他眼里也只是找借口罢了。我淡淡的说道：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我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今后怎么处理你自己决定吧。林玉峰没说话，最后只是轻叹一口气，忽然从背后抱住了我。其实我也有点私心，想让你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休息，顺便想想我们的婚礼，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他笑着问我，可我以前已经无数次提过结婚的事儿了，他每次都说结婚不自是，又敷衍着说以后再说，每次闹得不开心了，他又会拿结婚来哄我。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不像是他的女朋友，倒更像是被他牵着鼻子转的狗。我没说话。林玉峰像是在逗宠物似的揉了揉我的头发，别生气了，笑一个好不好？说着，他还凑过来亲了我一下，一副讨好卖乖的样子。我却闻到了他身上熟悉的香。水味，那是韩小颖用的牌子，胃里一阵翻涌，我立刻一把将他推开，皱着眉头嫌弃地抽出湿纸巾，擦了擦手指。林玉峰愣在原地，你嫌弃我？我晚点还有事儿，要出门先去换衣服。我说完便转身往房间走去，林玉峰想跟过来，我毫不犹豫将房门砰的一声关上，反锁行。习雪，你别后悔。林玉峰似乎真的生气了，狠话一出口便怒气冲冲地朝房门踢了一脚，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等我从房间出来，客厅早已空无一人。公司群里林玉峰发了一条消息，说要请大家聚餐，问谁要一起，群里鸦雀无声，只有韩小颖接连发了3个开心的表情包。我知道林玉峰又是在故意气我，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一样。其他同事早就不愿搭理他了，只有韩小颖每次都积极的很。以前的我早就因为吃醋追过去，然后被他们一通嘲笑，而现在我懒得再理我，换好衣服去看了准备住的房子，确认没问题后直接交了租金。随后我又联系中介，想将目前住的房子卖掉。然而这套房子虽然是我出钱买的，装修也是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清手操持的，可当初房产证上我却签了林玉峰的名字，那时候我们2个加起来连个像样的存款都没有。为了给林玉峰安全感，我咬咬牙用了所有积蓄买下了这套房子。如今公司发展成了现在这样，估计这房子也早就入不了林玉峰的眼了。中介告诉我，如果要卖房，林玉峰必须到场签字，如果他没时间也需要一份委托书。我只能硬着头皮给他发消息，可发出去的消息窗口却跳出一个红色的感叹号。他把我拉黑了，以前也这样，只要闹得不可开交，他就会一气之下把我拉黑。我曾经担心他的安全，甚至借用朋友的手机低声下气地打电话求他把我加回来，而他每次都在电话那头高高在上地问我，你知道错了吗？现在想来，我当初为了哄他低声下气违心道歉的次数简直数不胜数。想了想，我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晚上能不能回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谈。我开口，什么事？我很忙。林玉峰的声音冷淡的如同冰霜。我抿了抿唇，回来说吧。林玉峰冷笑了一声，你说推开我就推开，我现在又让我回来，我就得回来。齐雪，我欠你的吗？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是不是我这段时间对你太好了，让你都忘了该怎么低头了？听着他一如既往的讽刺语气，我低声道，对不起，我错了，反正已经违心道歉了那么多次，这次再来一次也无妨。更何况这次的道歉换来的是一套房子，房子虽是我出资购置，但如果林玉峰真想闹腾死活不肯签字，即便我有出资证明，也得打一场官司。他闹得起，我闹不起。果不其然，听完我的道歉，林玉峰的语气也温和了些。等着吧。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我心如止水，把房子挂到房产网站上。为了尽快脱手，我特意将价格调低了不少。做完这一切，我联系朋友准备签合同。朋友得知消息后激动的不行，连连问我是不是在做梦，还专门请我吃了一顿庆功宴。我原本打算吃完早点回去，可一想到林玉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太早回去也没意思，便点头答应啦。酒过3巡，我去洗手间时，经过隔壁包厢，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下意识停下脚步，从半掩的门缝望进去，韩小颖正靠在林玉峰怀里，亲密地撒着娇。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林玉峰那张平日冷峻的脸竟然绽开了笑容。趁机韩小颖迅速地凑上前，在他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林玉峰明显愣了一下，但并没
有推开他的意思。林总，您和齐学姐到底什么时候分手啊？我已经等不及想跟您在一起了。您知道每天看到您跟他在一起我有多难受吗？您是不是还是更喜欢齐学姐？韩小颖语气委屈，眼里泛着水光。林玉峰，他动了动嘴唇，似乎想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是反过来抱住了韩小颖，像哄小孩似的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在我心里，他怎么可能比得上你呢？只是现在公司发展的太快，如果我跟他分手，转而和你在一起，别人嘴碎，怕对你影响不好。再等一下吧。不会是太久的，原来如此。我就知道林总最爱的人是我，两人依偎在一起的样子像极了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我冷笑一声，不再看下去，回到包厢里，我又喝了几杯酒，大家说说笑笑，回忆着往昔，直到凌晨才各自散去。走进地下车库时，朋友突然拉住我，停在一辆顶配保时捷前，笑着问我喜欢不喜欢。我一头雾水的点了点头，以为这是他新买的车，夸奖的话还没出口，他却突然把一把车钥匙塞进我手里，眨着眼睛说，送你的，你那辆破车都开多少年了，早该换了，这车刚好适合你。我正要拒绝他，却像早料到我的反应一样摆摆手，说我听说林玉峰都给你们公司的新人送车了，他那技术那么差都能开豪车，你当然不能比他差。说真的，我看过你们那个新人的设计作品，每次风格都不一样，明摆着是抄的，也不知道他怎么还能留在公司，可能是酒精让他话多。他毫无顾忌地数落着韩小颖。我沉默不语，因为他说的确实没错，那些作品大多是我和组里其他同事做出来的，几乎每次都等项目临近完成了，林玉峰就让我们把成果交到韩小颖手里，也因此他的风格才总是前后不一。公司里的人稍微有眼力的都能看得出来真正的幕后是谁，偏偏林玉峰始终看不明白。我正想再次推辞朋友，却佯装生气地说，这车可不是白送的，是从你以后工资里扣的，你可别辜负我这一番好心。我忍不住笑出声，这辆车要真从我工资里扣，以我那点薪水至少得扣好几年。我知道这不过是他找的借口，便不再推辞谢过。他闲聊了几句后，我们各自叫了代驾回了家。我原以为这个点林玉峰还没回来，谁知一打开门就看到他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你去哪儿了？我们不是约好见面吗？你知不知道我等你多久了？他一见我进门就火冒三丈是的质问。我愣了一下，平时他跟韩小颖出去见面，凌晨3、4点才回来，这么早到家还真是难得。我脑海不由闪过他们在酒店亲密相拥的画面，一阵恶心。来和朋友吃饭，我简短的答了一句，走进客厅，从包里拿出卖房的委托书，刚走2步，林玉峰忽然拦住我，皱着眉问，你喝酒了？不是说过我不在时你不能是喝吗？我冷笑，这话的意思是只有帮他应酬时我才能喝。我没开口，他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嘴角带笑的意道，你还在气我和韩小颖见面的事吧？不想我单独和他吃饭就直说，至于喝这么多吗？你想多了，我喝酒和你们没关系。我淡淡回应，坐下，把委托书递给他，这个你看一下。林玉峰挑眉，一脸得意的接过，这是什么保证书？我可告诉你，现在道歉已经晚了，我下午真的被你气到了，别以为这点小把戏我就会原谅你。看着他那副沾沾自喜的样子，我不禁觉得好笑。的确，以前他生气不理我时，我曾手写过保证书哄他，现在回头想想，虽然他有错，但那份自尊是我亲手交出去让他踩的，好在以后不会了。不是保证书是一个惊喜，我语气平静。他正要打开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看到来电显示，他眼中一亮，你等一下，我接个电话。林总，我刚才开车撞到人了，怎么办？我好害怕。电话那头是韩小颖哽咽的声音。林玉峰脸色立刻紧张起来，你把位置发我，我马上过去。他说着站起来要走，完全没理会我。我一步挡住他，把文件递到他面前，先处理我的事，我先说的，而且这份文件需要签字，很急。他愣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叹气道，齐雪，你能不能多点同理心？他那边情况比你更紧急，你现在这样争风吃醋的太难看了。我觉得好笑，我是难看。那韩小颖醉驾呢？我懒得跟他争，只是把委托书往他面前递了递，没有收回的意思。他沉默片刻，最终还是翻开文件，可还没等他细看，电话那头突然传来韩小颖的尖叫，啊，你们怎么能打人？林总，快来！林玉峰急了，别怕，我马上到。说完，他慌
慌张张地翻到文件最后一页，草草签上了名字，然后头也不回地准备离开。看着他那仓皇的背影，我忍不住问，你不看看你自己签的是什么吗？有什么好看的？你能准备的惊喜不过是几个小合同这种东西，你确认过条款就行了。话音刚落，他便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那一瞬我居然觉得好笑，从前我为了让他开心瞒着他悄悄跑出去谈合作，起初他还会很高兴，觉得我能干，可等公司做大了，他反而越来越瞧不起这些和他一样从底层爬起来的小公司了。每次签合同前，我总是反复检查合同条款，生怕出半点纰漏，而如今他为了韩小颖，连自己签了什么都懵懂不清。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能省掉不少麻烦。那晚林玉峰没有回家，倒是韩小颖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齐雪，我知道你站在包厢外看见了一切，你应该也明白玉峰哥心里更偏向我，我只要打个电话他就会迫不及待的来找我，你还是早点退出吧，免得闹得大家都不好看。看到这里，我忍不住冷笑，韩小颖终于是狗急跳墙了。我清楚，就算我把这些聊天记录发给林玉峰也没用，他宠他，哪怕看见挑衅也只会觉得我是在挑拨他们。可我也不是大度到可以一次又一次忍他对我的羞辱而无动于衷。恭喜你，但若哪天林玉峰厌倦你了，也请你识趣一点，自己退出。我知道这话伤不到他，但他听了心里一定也不是滋味。果然消息发过去后，他就安静了。我也早睡，夏天一亮，我就把林玉峰签名的委托书交给了中介。当天傍晚便有人前来看房，那人对房子的位置、格局和价格都很满意，只是对我急着出售感倒好奇，这么好的房子怎么会卖得这么便宜？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他谨慎地问我，淡淡一笑，简单的解释，这是之前买的新房，后来跟未婚夫取消婚约了。他表示理解这院子和装修，一眼就能看出是男人喜欢的风格，卖了也好，省得天天看见徒增烦心。我没有多说，林玉峰对房子的要求极高，当初为了找一套让他满意的，我整整花了3个月，看了100多套房子，才挑中了这一处，连装修也都是按他的喜好一手操办的。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这些年我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着他在赚客户，非常爽快。当晚就拍板签了合同，并约好2天后交房。恰好那天我也准备离开，签完合同回到家，我一进门便看见门口摆着一双女士高跟鞋，而我平时穿的家居拖鞋却不见了。我心里顿时有了数遍，随手拆了一双一次性拖鞋走进屋。刚进门就听见韩小颖的声音，林总，你这样洗不对，我来教你。我走到厨房门口，便看见2人正站在水池前，韩小颖环着林玉峰的腰手，把手的教他洗菜，神情亲密。她穿着我的家居服，脚上踩着我的拖鞋，活脱脱一副女主人的模样。而林玉峰呢，也穿着那套情侣家居服，任由他靠近，脸上竟没有一丝不适。他们不知说了什么，竟同时笑了起来。曾经我只要靠近他一点点，他就会本能的往后躲，还说自己不习惯和异性过于亲密。但此刻看来，他不是不习惯异性，只是不习惯我。我冷冷的笑了。这时林玉峰似有所感，回头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下意识地轻轻推开韩小颖，语气有些心虚，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我听了只觉得可笑，仿佛我回来成了不合时宜的错。对不起齐学姐，我只是教林总怎么洗菜，你别误会。韩小颖嘴上这样说，眼神却满是挑衅和得意，仿佛急着看我情绪失控、吃醋崩溃的样。子若换作以前，我或许真的会怒不可遏，吵着要把他赶出去，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再说房子已卖，定金到账，我真没空搭理他们，你们慢慢忙，我先进房间。我语气平静地说完，抬脚朝卧室走去。韩小颖一震，神情诧异，似乎没想到我反应如此平淡。林玉峰也显然没料到，原本准备好应对我大发雷霆的他语气反而变得不自然，甚至罕见的开始解释，莹莹今天生日想和我们一起过，所以我才带她过来的。要是以前她早翻我个白眼，你看不惯就出去，现在去签。方百计的解释真是讽刺他，连我的生日都记不住，却记得为韩小颖庆生。那你们过得愉快？我淡声说完，进了卧室。我东西基本收拾的差不多了，不常用
也提前运到新租的房间里，只剩几件换洗衣物和几本书，正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全部清空时，房门忽然被推开，韩小颖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小块蛋糕，眼神在屋里扫了一圈，扑哧一声笑了，屋子看起来比上次来空了不少。看来你是真准备退出了。我没搭理他，低头继续和朋友聊搬家的事，察觉自己被忽视，韩小颖脸色微沉，走近几步。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吗？我抬头淡淡看了他一眼，冷冷道，关心那么多做什么？反正你也住不进来。这句话仿佛哪根刺扎进了他心口，他脸色唰的一下阴沉，猛地抬手想要来扯我的衣领。我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动作，门口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韩小颖猛地将手中的蛋糕摔在地上，瓷盘碎裂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他紧接着尖叫一声，整个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动作宛如排练过无数次一样，自然又引人心疼。莹莹怎么了？林玉峰推门而入，一眼看见地上的他，眉头紧皱，快步冲过来，伸手把我猛地推到一边，弯腰小心翼翼地将韩小颖扶起，我被推得踉跄几步。脚后跟突然一阵剧痛，原来是碎裂的瓷片刺透了拖鞋，扎进了我的脚，鲜红的血珠立刻从伤口渗出，可林玉峰却毫无察觉，他的眼里只有韩小颖手背上那道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划痕，连血都没有。对不起，林总，都是我不好，又惹齐学姐生气了。我只是想着今天是我生日，想让大家都吃块蛋糕，所以才来给齐学姐送一块，可我没想到她居然不喜欢。韩小颖抬起泛红的眼眶，楚楚可怜地看着林玉峰那副无助又无辜的样子，要不是我亲历其中，恐怕我也要被他演得信以为真。可事实上我从未说过我不喜欢蛋糕，相反，因为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吃到生日蛋糕，所以我对蛋糕其实一直情有独钟。每年生日都会念叨这件事，林玉峰还曾笑我说我这么爱吃蛋糕，哪天胖成球怎么办？可如今有了韩小颖，林玉峰似乎早已忘了我曾经的喜好，他转过头来，怒气冲的指着我，不喜欢就能随便摔盘子推人吗？齐学，我还以为你已经学乖了，没想到你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快向莹莹道歉，不然你这么善妒，我也不敢说。要了，干脆我们分手算了。他那副咄咄逼人的模样让我忍不住想笑，又一次让我想起那天在包厢外听到他和人说的话。以前吵得最凶的时候，他也总是拿分手来威胁我，而我每次都舍不得第一时间软下来，低声下气的求他，甚至有一次跪下来求他不要离开我。我曾以为分手不过是他的筹码，是他给我台阶下的一种方式，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或许早就有了分手的打算，只是嘴上总挂着好，让我逐渐适应罢了。而我也早已有了离开的念头，就算他今天不说，我也会提的。他见我一直沉默，还以为我被吓到了，语气渐渐柔和下来。这几天看你神神秘秘的，应该是在筹备婚礼的事吧？我知道你也舍不得分手，你现在给莹莹道个歉，我们就当没事了。我打断他，不用了，我同意分手。林玉峰原本挂着笑意的脸倏然僵住，眼神瞬间变得不可置信。你说什么？不是你说要分手吗？我同意。我语气平静如水，我以为他说完会松一口气，毕竟这正中他的下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喜色，反倒是满脸的震惊与愤怒。就因为一点小事你就要和我闹分手？他瞪着我，好像根本不理解分手不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吗？如今我应下了他，却露出这种态度。一旁的韩小颖也显得有些惊讶，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林总，是齐学姐自己提出的分手，你闭嘴！林玉峰怒吼声音震得整个屋子都安静下来。我们之间的是哪儿有你插嘴的份？这是他第一次对韩小颖发这么大的火。韩小颖吓得愣在原地，嘴巴张了张，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林玉峰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控，压低声音哄着他，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先出去等我一下，我们的事不想让你牵扯进来。韩小颖红着眼，满脸委屈，但他毕竟不蠢，知道现在不是顶撞的时候，便乖乖出了门。等他走后，林玉峰深吸了一口气，刚想说话，忽然注意到地上的血迹，语气顿时柔和了几分。你脚受伤了，怎么不早说？我去拿创可贴。他说着朝书架走去，仿佛那一瞬间他又变回了那个关心我的
林玉峰，可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他惯用的手法罢了。每当我说出他不愿面对的真相时，他总是用关心来转移话题。以前我会心软，以为这就是爱，于是话题就这么被搁浅、被埋葬。可那些矛盾始终如旧伤未愈，在我心里潜伏腐烂，总有一天会彻底爆发创可贴。我记得以前是有的，他自言自语的在书架上翻找，却忘了他上次进我房间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那次我高烧到40度，他却跟韩小颖出去约会。我后来气得把药箱换了地方起血。你房间里怎么少了这么多东西？林玉峰终于发现不对劲，我也没打算隐瞒，我把房子卖了，已经找好买家了，过2天就交房，你明天也找人把你的东西搬走吧。林玉峰微微一怔，刚要发火，忽然像是想到什么，冷笑一声，别闹了，这房子也有我一半，没有我的签字，你怎么可能卖得掉齐雪？你在这儿玩什么把戏？我知道你是在气我，我现在就让莹莹离开，你别闹了。他仍旧不信，我直接从桌上拿出一份合同递给他，你看最后一页有你的授权委托，中介说有这个就可以办理买卖手续哦。对了，是韩小颖酒驾那天你签的，你应该还记得吧？不记得也没关系，具备法律效力。林玉峰接过合同，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那一行签名，整个人猛地一僵。半秒后，他猛然爆发，朝我歇斯底里的大吼：没有我的允许，你凭什么卖房？我冷笑一声，我1分钱不要，但这套房当初是我全款买的，由我来决定。他的去留不是很合理吗？更何况我还记得你之前在郊区又给韩小颖买了新房子，你不是无家可归，完全可以搬过去住在秦在里。我卖房子也没什么不对的。林玉峰一时语塞，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我本以为接下来他会顺水推舟的答应分手，没想到他却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低声对我解释道：那套房子是我原本想送给你的礼物，不是给韩小颖的，写她的名字，只是想让她有点归属感。如果你介意，我改天就把她的名字划掉，行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轻易就说散就散？齐雪，我知道你现在是在气头上，你先冷静一下，这事我们明天再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他一向如此，每当我们争执到无法调和他，便故作姿态，仿佛还深爱着我，把主动权留给我，让我自己冷静下来。每一次都是我先自我安慰，说服自己不要冲动，然后主动去找他缓和关系，道歉和好。起初我是真的爱他，可后来我明白了，他的心早已不在我身上，只是这些年的感情让我舍不得，总想着再委屈一会儿，也许就能熬过去。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切却始终没有变好。原来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罢了。他大概以为我还像过去那样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可他错了。这段感情早已在一次次失望中被磨灭殆尽。林玉峰走后，我默默清理了地上的碎瓷片，也处理了自己手上的伤口。等我出门的时候，林玉峰和韩小颖已经走了，桌上还留着残羹剩饭，地板上有一截已经熄灭的蜡烛。家里的卫生一直都是我打理，从不舍得让林玉峰插手，久而久之他也就习惯了。而这一次我也懒得再动，想着交房前再找保洁一次清理，便洗了澡，早早躺下休息。然而第二天一早，我一出房门，发现房间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林玉峰系着围裙站在厨房，似乎正忙着什么。我正打算一会儿去叫你，他笑着看我，神色平静的就像昨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房子我都打扫干净了，还特地消了毒。如果是以前，我大概会装作没看见地板上残留的水渍，玻璃上未擦干净的痕迹，心照不宣地夸他一句，给他一些情绪价值。但这一次我只是轻轻冷笑一声，毫不掩饰我的冷淡。林玉峰见我态度冷淡，明显有些失落，但仍勉强笑着从厨房端出2份早餐。这是我刚做的，尝尝看。我扫了一眼，是2份芝士堡麦香，还不错。说实话，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为我做早餐，按理说应该感动的。可他似乎忘了我对奶制品过敏，他脸色微变，连忙说：我去重新做一份，别再做这些徒劳无功的事了。和平分手对我们都好看。我沉默，那女老板毫不犹豫地说：姐妹，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这肯定有人在搞你，别担心，我现在就把你从名单里划掉。说完，他便果断地删除了我的信息。我连忙道谢，但心里却忍不住苦笑。现在我还有朋友愿意帮忙，可我不禁想，如果换成一个普通求职者，被莫名其妙地拉进这种黑名单呢？他们该怎么办？未来的路又该何去何从？这份黑名单本意或许是好，的确实能让企业避开一些坑，但大多数公司并不会去核实它的真实性，他们只会凭刻板印象判断，而那些被冤枉的人只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逐渐失去前进的勇气。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朋友见我们还在聊，醉醺醺地搭着我的肩膀，把我们带回包间继续喝酒。散场时，我和朋友一起把几位老板送上车。朋友走到一旁给女朋友打电话，我则站在酒店门口等代驾。没过多久，我忽然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怡琪学姐，你怎么在这儿？”我回头看到不远处的韩小颖和林玉峰。韩小颖挽着林玉峰的胳膊，两人距离亲密，宛如一对热恋情侣。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讥笑，低头对林玉峰说道：“林总，我知道了。学姐应该是来找你的吧？那你们聊，我先回避一下。”他说着便作势要走，却根本没动步子。果不其然，林玉峰立刻搂住他，还贴近他的胸口，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他说：“你又不是外人，回避什么？”说完，他还得意地看了我一眼：“不是说不要机会了吗？那你还来干什么？不过我告诉你，现在已经太晚了，齐雪，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他的语气傲慢无比，完全不同于在韩小颖面前那副体贴温柔的模样。我知道他误会了，但没心思再去解释，我只是轻轻说了一句：“我和朋友来吃饭。”刚准备走，然后我转身离开韩小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掩嘴却掩不住脸上的潮意：“不好意思啊，齐学姐，实在是忍不住。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你在都失业了，居然还能这么大方的请朋友来这种高档酒店吃饭。”他话里藏针带刺，我一听就明白他是在讽刺我虚荣，死撑面子打肿脸充胖子。我没想到林玉峰也跟着他一脸复杂的看着我，那目光里透着几分嫌弃和厌恶。我叹了口气，也懒得再解释了，他根本不信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再解释也是浪费口舌。我沉默着，林玉峰却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心虚他的眼神更冷了，仿佛韩小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千真万确。他冷笑一声：“你离开我以后应该尝够了日子的艰难吧？现在后悔了没有？”我差点笑出声，看来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在朋友的公司入职了。也是，他从来都不关心我的动向，我们分手之后他就更不可能去了解我的生活。我刚想开口，林玉峰却忽然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本来我是不想原谅你的，但毕竟我们曾经是情侣，我也不是完全对你没感情。你又主动千里迢迢地赶过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好好表现。”听到这话，我下意识地挑了挑眉，侧眼看向韩小颖，她显然是刚听说林玉峰这个决定，一时间脸色变得十分难堪，却又不敢当面反驳，憋了半天才咕哝一句：“林总，这件事你得想清楚，吃回头草可从来都不是好事。”我忍不住几乎笑出声来，看来这对鸳鸯还真是没商量好。林玉峰根本不理会韩小颖的冷嘲热讽，径直朝我走来，眼神里带着一丝夸的。“哦，你听到了吧？齐雪其实这段时间多朋友都劝我别再和你复合，让我及时止损，他们都觉得你现在已经配不上我了。”他顿了顿，目光犀利：“你知道之前每天有多少人劝我和你分手吗？可我还是一再容忍你，是因为我顾念着过去的感情。我真的不懂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挑拨，竟然主动要跟我分手。所有人都知道你有多幸福，只有你自己一点都不懂得珍惜。”林玉峰絮絮叨叨地说着，他现在身价确实比我高，所以他总喜欢强调我们之间的地位不对等。他说他之所以还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因为多年的旧情。以前我听他说这些，只当他在跟我打情骂俏，从不放在心上。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是认真的，在他眼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利益。情和施舍，我刚想说些什么，身旁却忽然传来朋友的声音：“齐雪，这两位是谁啊？”我一听见熟悉的声音，心里松了口气，想了想，我淡淡回了一句：“以前的同事。”刚巧碰上的，以前林玉峰带我出去，从来不肯介绍我是他女朋友，总喜欢说我是他的同事。我以为这样说他会满意，没想到他脸色反而更难看了。我懒
德里他继续向朋友介绍，这是我朋友，我之前就说过我是和朋友一起来吃饭的，不知为何他的脸色却越来越阴沉。一旁的韩小颖倒是率先反应过来，露出一个带着讥讽的笑容问我，没想到齐学姐你真有朋友请你来这地方吃饭啊，看起来你朋友挺有钱的，做什么工作的，在哪家公司？朋友微微皱了下没低声朝我吐槽，怎么一开口就一股绿茶味啊？我笑着摇了摇头，习惯就好。朋友没再说什么，但他显然也看得出来韩小颖来者不善，他淡淡一笑说，就做点小生意，谈不上有钱。韩小颖神色一敛，嘴角却挂着嘲讽，现在生意不好做，应该挺辛苦的吧？这钱来的不容易，也不能这样随便挥霍啊。朋友眼神一冷，很快察觉出话里有刺，却没有搭理他，只是悄声问我怎么回事，你们有仇？我也没打算再瞒他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他旁边那位是我前男友，也是他现在的男朋友。朋友早就知道我曾和林玉峰一起创业，也知道我们分手的前因后果，此刻听完只是冷笑了一声，你早说啊。他随即抬头看向韩小颖笑道，听你这么说，你挣的不是血汗钱啊？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看你这气质也不像是什么有出息的女人，难不成是靠男人捞钱的？韩小颖脸色变，气得伸手要打人，却被林玉峰拦住了。别闹了齐雪，我没时间跟你继续胡闹下去。他深吸一口气看着我说，我知道你介意什么，我答应你，只要你肯复合，是啊，我恢复你在公司原来的职位，再给你10%的股份，这下你该满意了吧？我还没来得及回应，朋友已经先一步笑出了声，不好意思，我已经把他挖到我们公司来了，而且给了他40%的股份。林玉峰脸色一变，瞬间发青，但很快又仿佛想通了什么，冷冷地盯着我，齐雪，你想清楚，公司的实力不一样，光靠数字是没用的。他话里明摆着在贬低朋友的公司，不如他确实最初朋友的公司确实差一些，可真正的关键在于技术，现在技术已经逐步成熟，甚至拿下了数亿的大项目，整体实力早已超越林玉峰的公司。更何况我清楚，以他现在的管理方式以及对韩小颖明显的偏袒，早晚都会出问题。当然我懒得跟他多说，他听不进去的东西说了也是白说。朋友也没有继续计较一切在哪里，我的车太惹眼了，还是开你的吧。朋友一边说着，一边用下巴朝我比划。我也没多想，便掏出车钥匙递给了代驾。不到2分钟，那名代驾便有些手忙脚乱地将那辆高配版保时捷稳稳地停在我们面前。他惊叹道，老板，这车可真炫，肯定不便宜吧？我回过头，刚好看见韩小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辆车，眼神里全是光临。玉峰则站在一旁，神情复杂，不知在想些什么，脸色明显不太好。朋友却是一脸得意地看着我，笑着说，不贵了，200多万而已，是公司给的奖励。对了，我那边还有个姐妹缺司机，我看你挺有缘分的，要不要考虑来上班？每月2万代驾听了简直像受宠若惊，连连点头。真的吗？当然了，不信我现在就把合同发你好，我保证好好干。朋友和代驾聊得热火朝天，气氛热烈。一旁的林玉峰却冷冷地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去。韩小颖也紧随其后，快步跟了上去。这边朋友已经和代驾签好了合同，我有些惊讶，你还真签了？当然啊，本来打算这么做的，你是我们的技术顶梁柱，今后出去谈合作应酬什么的，肯定免不了喝酒，总不能老麻烦你叫代驾吧？可这工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我些犹豫，这个价已经远超市场价了。林玉峰那边我的工资也就15000。朋友像早就料到我会这么问似的，拍拍我的肩膀，不高不高，你想啊，等你喝醉，司机说就是握着你命的人，看他已经打定主意，我也不好再说什么。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项目收尾中期间，我偶尔注意到曾经每天高频发动态的林玉峰突然沉寂下来，连韩小颖也变得安静许多，不再试图挑衅我。估计是上次被朋友那番操作刺激到了。我原以为经历了那件事，林玉峰该会死心，我们之间彻底了断，但没想到就在我们忙着项目收尾那天，朋友神秘兮兮地跑来找我。他看了看我，小声说，林玉峰刚才给我打电话了。我还没来得及多问，朋友便收起了笑意，认真道，他可能很快会来找你，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你不用有任何顾虑。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不会被动
瑶说完这些似懂非懂的话，朋友便转身离开了。我一头雾水，却也没多想，很快又将注意力放回了工作上。直到中午，我接到了林玉峰的电话，电话刚接通，那头竟罕见的沉默了许久，安静的让我以为他已经挂断，可看了一眼屏幕，通话仍在继续。齐雪，别闹了，我们和好吧。半晌，他的声音终于响起，略带沙哑，像是压抑了许久的情绪，我听了竟忍不住觉得好笑。到现在他竟还觉得我是在闹，我没出声。林玉峰继续说，我刚才给你朋友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当初他也曾想让你陪他一起创业，但你还是毅然选择了我。我从没想过你为了我牺牲了这么多，我承认自从韩小颖来到公司后，我确实忽视了你很多，可我们在一起10年早就谈婚论嫁，难道这10个月就足以抹杀一切了吗？他说到最后，声音已然哽咽，像是快要说不出话来。我一时沉默，脑海却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过去10年那些平淡却真实的时光，我们互相依靠，共同成长，遇到困难也会彼此打气，就算前方满是荆棘，我们也咬牙坚持，并肩走过。记得那次为了争取一个投资，我被灌了3大瓶白酒，散场时几乎站不稳。在我即将失去意识的一刻，是林玉峰一边哭着扶住我，一边艰难地拨打着120。醒来时已在医院，他眼圈发红，满脸憔悴。原来他已经在我床边守了整整2天2夜。那次我住了7天院，他一边处理公司的事，一边照顾我，无微不至。那个时候他是真的爱我的吧？我还没来得及回应，这时听筒里突然传来韩小颖的声音，齐学姐，你原谅林总吧，很抱歉这些日子让你误会了，其实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介意，我明天就辞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这一次林玉峰没有再打断，他像是默认了他的说法，我心里五味杂陈，他那话听着竟让我我们才是第三者的错觉，分开又怎么样，辞职又怎么样，以后他将成为他永远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在时间的发酵下，那份感情只会愈发美好，最终变成比现在更猛烈的执念。我讥笑了一声，却还是开口，我可以答应复合，但有个条件。你说。林玉峰语气像是在壮士断腕，把公司1半股份给我，名下财产也分我1半。我很清楚林玉峰不会答应，因为他也明白股份和财产才是韩小颖甘愿陪他走到现在的原因。果然林玉峰那头沉默了足足5分钟，最后还是韩小颖忍不住怒道，齐学姐，你这条件太过分了，林总能把公司做到今天这样，你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吗？你一句话就想拿走公司1半，你不觉得太过了吗？我连反驳都懒得，只淡淡的对林玉峰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该知道有得有失，必然会有所失去，你又何尝不明白，总想着顺风顺水的得到一切，又妄想毫无损失的全身而退，你以为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老师凭什么偏心你一个人不炸锅？到底该怎么选？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说完这话，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原本以为林玉峰会因此知难而退，谁知傍晚时分，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1半太多了，可不可以只给2%？时我毫不含糊地回他，1半就是1半，少1分我都不会答应。要是做不到，以后就别再打来骚扰我。可这件事也让我心中生出几分疑惑，林玉峰他好像是真的不愿意和我分开，可那时主动提分手的人不正是他吗？还记得那天在酒店，他明明说是怕旁人多想，可真正说出分手2字的人却是我。但这点原因怎么都不像能让他如此纠缠不放的理由，不过我也懒得多想。3天很快过去，林玉峰始终没有再联系我，而项目的收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验收成功。那天朋友特地组织了一场庆功宴席间，大家都尽情放松，似乎把所有工作的疲惫都抛在了脑后。回到家已是凌晨，我草草洗漱完，迷迷糊糊刚躺下不久，电话便响了起来。清梦被扰，我心中泛起一阵烦躁，正打算挂断，却因视线模糊误点了接听。见您好，请问您是林先生的女朋友吗？电话那头传来女生的声音，林先生今晚在我们这里喝醉了，怎么劝都不肯回家。我们翻了他手机，找到了您的号码，怕出什么事，您能过来接他吗？我微微清醒了些，语气里
疏离不好意思，你们找别人吧。可他焦急地继续说，林先生坚持要您来接他，他还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您不来就是第一责任人。我被他说的有些好笑。是。坐起身，那你把定位发过来吧。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挂断电话后立刻加了我的联系方式，发来了位置。我瞥了一眼，随即拨通了报警电话，向接警员详细说明了情况和地址，然后我调成静音，重新躺下一觉，睡到了天明。醒来时发现林玉峰打了10几个电话，发了几十条消息。从最开始的震惊，我居然选择报后警到愤怒地骂我冷血无情，只顾利益不顾感情，再到最后他语无伦次地哭诉我只是犯了点所有男人都会犯的小错，又没有真正背叛你，你为什么要这么绝情。我还没看完那些消息，电话又打了进来，本想去接，但转念一想，就算现在不接他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我按下接听键，他低哑的嗓音带着疲惫与沮丧传来。齐雪，我想通了，我认输了，我离不开你，股份的一半归你，我名下的财产也分你一半，你回来吧。我挑了挑眉，瞄了眼时间，已经是第5天了。不，起3天已经过去，我也改变主意了。齐雪你。林玉峰刚想说话，却情绪激动的剧烈咳嗽起来，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他声音嘶哑，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轻轻笑了笑没说话，当初他也是这样，常常以各种理由克扣我的奖金，把钱和项目分配给韩小颖，而我现在不过是用他对待我的方式回敬他罢了，真不扎在自己身上，怎会知道疼。他大概听出了我的沉默，也终于明白我的目的从来不在他的财产上，他自嘲地笑了一声。齐雪，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说完又剧烈咳嗽，呼吸急促，听起来十分痛苦。我一度想问他怎么了，可又怕他误以为我还在关心他，犹豫片刻，终究还是保持了沉默。他像是能读出我的心思，自言自语般说道，我发烧了，齐雪，我现在就在我们的家里，不久前我又把它买回来了。我只想知道，当初你发烧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儿么难过。我依旧没有回应他，继续喃喃，你以前画给我的画全都没了，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都找不到。齐雪，是你收起来了还是扔了？他的声音颤抖语气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翻找东西的声响，他可能正在翻箱倒柜。我叹了口气，我早就烧掉了。林玉峰愣了一下，随即轻声笑了出来，那笑声渐渐转为哽咽。电话里传来低低的抽泣。房子里到处都是我们生活的痕迹，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一点我们曾经相爱的证据。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说卖就卖，还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一走了之，就像从未在这儿留下过什么。你让我怎么办？那栋郊外的房子，我已经把韩小颖的名字从房产证上划掉了。我真的想弥补，可你为什么连弥补的机会都不肯给我？他的哭声越来越大，嗓子已经嘶哑的不成样子。以前的我或许早就心软了，我最看不得他难过，最怕看到他哭，可现在的我却异常清醒。他并不是知道错了，只是因为病了，情绪变得脆弱了而已。就算人生再来一次，他也未必不会再走原路，别成了让小颖送你去医院吧，我还要上班，先挂了。说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当初决定放手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打算回头。他现在过得好不好，都与我再无半点关系。我起床洗漱出门上班，刚到公司门口就发现里面一片热闹，喜气洋洋，像是在迎接什么美好的新开始。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问朋友，一见我过来便高兴地抓住我的手，眉飞色舞地说道，我们前一个项目的甲方已经上线2个小时了，阅读量8000万，他们非常满意，已经决定和我们签署长期合约了。这家甲方在业内可是出了名的金主爸爸，能拿下他们的长期项目简直像做梦一样。那个月朋友立马为项目组所有成员加了新团队，士气瞬间高涨，劲十足。我拿到奖金后，加上之前卖房攒下的钱，又在这个城市买了一套新房。这一次我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挑选房子。房子位于城市边缘，紧邻大片碧绿的湖泊，从窗户望出去，湖光潋滟，景色宜人。趁着空闲时间，我还亲自设计了房子的装修图纸。早些年我也亲手设计过一套房子，当时林玉峰对别人设计的图纸总是挑3拣4，而我恰好了解他的喜好，于是专门报了装修设计的课程，学了整整2个月，画出图纸后再三修改，最终才打磨出那套
令他满意的家。说实话，那房子的风格确实合他的口味，所以那天当他告诉我要买下那套房子时，我并不觉得是因为怀旧，更多的只是因为那间屋子住着舒服。这一次我为自己打造了同样舒适的装修风格图纸，完成后交给了我信得过的施工队。有时候下班后我还会亲自去工地看看，顺手帮点小忙。可是连续几天来回奔波，身体渐渐吃不消。有一天上楼时不小心摔伤了腿，休养。几日后我不得不减少去施工现场的次数，朋友劝我好好休息，他可以说带我看着施工进度，但我依旧满心期待着房子装修完成后的模样。那天我实在忍不住，下班后又去了新房，刚到地下车库就看到车旁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林玉峰。他穿着风衣，戴着口罩，站在车前。比起之前，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眼睑下还有隐隐的青色。我的脚步顿了一下，但很快还是走了过去。你来这里做什么？我并不惊讶他会找到这里，林玉峰的人脉不少，想知道什么事根本不费力，只是以前他懒得把心思放在我身上。我有事要和你谈。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生病了还未痊愈。上车聊吧，我听说你买了新房，我也想看看，帮你参谋参谋。不用了，就在这里说吧。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好意。佛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眼里掠过一丝黯然，但没有再发脾气。他从怀中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这是补偿给你的。我承认这10年来我亏欠你太多，不论是公司还是家庭，你都付出了很多，可我从未真正回报过你这份合同，你拿着就当是我对这10年的补偿。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了。我沉默片刻，过了文件里详细列着这些年他对我在工作上的种种压榨和打压，包括罚款、抢夺方案、剥夺奖金，每一项赔偿都按双倍计算，甚至还加上了他自认为亏欠我的其他部分。文件末尾还附着一张银行卡，卡面贴着密码，是我的生日。我疑惑地看着他的脸，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又一招数，还是终于彻底死心了。我说了，不再纠缠，就是真的不会再纠缠你了。林玉峰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语气平静地说道，我已经想通了，也该从过去走出来。那就好。我点点头，没有再推辞，收下了文件和银行卡，这些原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而且我知道，只有我真正收下了它，才会意识到我们之间真的结束了。果不其然，我接过那一刻，林玉峰的眼中闪过一丝怅然若失，随即是释然。那我能去看看你新买的房子吗？他轻声问道。你也知道我离开你之后过得不算好，我只是想看你离开我之后是不是活得更好了。他低声解释。我当然明白，那只是他的借口，不过是他内心执念的表现罢了。但我也了解林玉峰他要做的事不晚是成就不会罢休，一旦被他纠缠上，恐怕又是一场拉锯。我不想再牵扯下去，反正也许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让一切画上一个句号，也未尝不是好事。走吧，我朝自己的车走去，可才走了几步，林玉峰便快步追上来，引导我往另一个方向。我送你吧，你的腿刚受过伤，不方便开车。我没有拒绝，只是没想到他连我受伤的事都知道，若是从前，或许我会因此感动。可惜我们回不去了，失去后的珍惜一文不值我。没多说话，跟着他来到车前，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刚要上车，却在座位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小玩偶。他被小心地用安全带绑好胸前，贴着标签韩小颖，下方还用可爱的字体写着林总不在的时候就让这个娃陪你吧，后面还画了一个俏皮的笑脸。林玉峰似乎忘了这回事，看到玩偶的瞬间脸色略显尴尬。没关系，我坐后排，我说着便想关上车门，没想到他突然伸手拦住我，毫不犹豫地将玩偶从副驾驶上扯下来扔到了后座。他动作利落果断，反倒让我一时间有些惊讶。韩小颖总喜欢暗中炫耀林玉峰对她的宠爱，不是让他戴他的发绳，就是往他办公室放些写着他名字的摆件，甚至在我们曾经的家也偷偷留他的物品。他总是在试图让我吃醋，逼我主动退出。起初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他的心思，和林玉峰吵过闹过，有一次甚至愤怒到直接把东西摔了出去。可我万万没想到，那次林玉峰却狠狠地给了我一巴
长齐学，你是不是疯了？他目光冰冷，语气仿佛利刃直刺人心。年轻人总归是冲动些，可我待他并非无情无义，我只是怕寒了他的心，才会选择留下。可你吃这么大的醋是为了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副小气又没度量的模样有多跌饭？那一刻我崩溃了，但慢慢的我也明白了，其实这正是韩小颖的目的。哈，他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主动退出，你没必要这么做，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就算他的人在这里也跟我无关。我转头望向林玉峰，平静地说：林。玉峰抿了抿嘴唇，像是在压抑情绪，他低声道：我知道你不会信，我也清楚你在想什么，但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就算我们分手，我也不会跟韩小颖一起。我说过我对他没有感情，只是看到他就会想起当初那个孤立无援的你，所以才会帮他听到这儿。我忍不住冷笑他这番义正辞严的说辞，或许别人会信，可他忘了吗？当他那把名为怜悯的伞倾斜向韩小颖时，我就成了那个再次被丢在雨中的人。这些话说出来也没意义了。走吧，我淡淡的说。林玉峰却像是想起了什么，我准备让韩小颖咣当，他话音未落，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脆响。我们回头，只见韩小颖站在不远处，神情错愕，又带着一丝受伤，脚边是一个摔变形的保温壶，里面的粥洒了一地，狼狈至极，是真是假？我一时间看不出来。我挑眉扫了身旁的林玉峰一眼，他的表情仿佛被抓包了一样，慌了一瞬，嗨，随即又迅速恢复镇定。看他那副样子，我只觉得好笑。刚才那些话显然只是他一厢情愿，可他的内心呢，未必是那样想的。你怎么来了？林玉峰语气平静。韩小颖声音里带着一股委屈，你前2天病得那么重，我很担心，就熬了些粥想来看看你，结果刚到楼下就看到你开车离开了，我担心你就跟了过来，但现在看来好像是我多余了。他说着便蹲下身，一点点收拾着地上的壶和粥，动作显得格外受伤。林玉峰神情复杂，刚想说话却被韩小颖打断了。林总，我理姐，我也希望你能和齐学姐复合，你对她好是应该的，是我不懂事了，你们先忙，我收拾完就走。他低着头扫了一眼被丢在车后座的玩偶熊，继续清理着地上的痕迹。看他如此懂事，林玉峰的神色中浮现出挣扎，他脚步动了动，却终究停下。你先回去吧，等会儿我叫人来收拾他。试图保持冷静。林总，你不用管我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都要你照顾的小孩了。他笑着摇头。前段时间你生病，我照顾了你好几天，我知道怎么收拾。提起照顾2字，林玉峰的脸色闪过抹愧疚，但他终究把视线移开了。上车吧，他说着打开车门，我却没动，只是淡淡道：我自己开车去就好，去照顾他吧，我们已经分手了，没必要再在我面前演戏了。我清楚地看到韩小颖眼中一闪而过的惊喜，她抬头看了我们一眼，语气却装得一脸无辜。你们分手了？为什么？齐学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跟你没关系，我们是和平分手。林玉峰回道，然后看向我，我说过要送你过去，今天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兑现承诺。话音刚落，韩小颖突然一声闷哼，捂着胸口倒在地上。莹莹，你怎么了？林玉峰脸色骤变，几乎毫不犹豫地冲过去将她扶起，满脸焦急。韩小颖脸色惨白，靠在他怀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更是慌了，抱着他快步走向车旁，正准备将他安置在后座时，他又回头看我一眼，眼中满是犹豫。我明白他在想什么，人命关天。我点头送他去医院吧。林玉峰咬了咬唇，似乎终于下定决心。你先去新房那边等我，我送他去，完医院就来找你。说完，他将韩小颖安顿好，自己也坐上了驾驶位。我看着那辆车疾驰而去，内心却始终如止水。林玉峰有没有看出来我不知道，但我清楚韩小颖是在装病，不过那已经与我无关。我正打算开车去新房，忽然接到了朋友的电话。原来我们第2个项目一经推出便火遍全网，吸引了一大批粉丝。现在一些外企也想要跟我们合作，朋友希望我能临时出差一趟。我不犹豫地答应了，掉头直奔机场。这次出行来得很突然，一落地我们便马不停蹄地整理企划书。为了顺利沟通，我们还做了一个翻译版，之前对外起了姐
不多，为了不出岔子，我们只能争分夺秒准备把公司的每一个优势都详尽展现。我和朋友每天只睡4个小时，有时甚至站着都能睡着。好在所有的终于迎来了回报会议，一结束翻译就笑着告诉我们，对方对我们的准备工作非常满意，方案完整逻辑清晰，对方很快就表示愿意合作。我们一群人高兴地抱在一起，像孩子一样欢呼。那一晚我们终于睡了一个安心的好觉，这段时间忙得连看消息的时间都没有，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看到林玉峰发来了好几条信息，还打了不少电话。那时我刚抵达国外，他告诉我他已经到了我们曾经共同装修的新房楼下，问我怎么不在。我真没想到他真的会去找我，毕竟过去每次只要事情牵扯到韩小颖，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奔向他，连我是否存在都想不起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回复。事隔这么久，他自己恐怕也早忘了这回事儿吧，而且我们已经毫无关系了，再去纠缠也不过是徒增烦恼。我和朋友在国外又逛了几天，参观了当地推荐的景点，直到行程结束才踏上回国的航班。抵达机场时已经是深夜，我和朋友在门口匆匆告别，各自回家。刚刚躺上那张熟悉的大床，门外就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力道大得像是在发泄声音，在夜晚空荡的走廊里格外刺耳。我心头一紧，以为是哪位死对头来闹事，愤怒地冲去。开门，门一开，一个人影扑了进来，我躲避不及，被他撞的连退几步，一股浓烈的酒气混着熟悉的香味扑面而来。来的人不是林玉峰又是谁？我有些无奈地皱了眉头。你又来干什么？不是说好了没关系了吗？是林玉峰打了个酒嗝，语气中带着倦意又带点讽刺。对啊，没关系了，我和韩小颖在一起了，你高兴了吗？他一边说一边用一种失落的神情看着我，似乎还想从我脸上捕捉到一丝悲伤或是遗憾，但我没让他如愿。林玉峰和韩小颖在一起是早在我预料之内的事，我根本不在意他现在的感情生活。那你还来？这干什么？大半夜喝成这样，你女朋友知道吗？我边说边拿出手机，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接你，我可不想惹麻烦。没想到她像是被激怒了，猛地夺过我手机，狠狠地摔了出去，砰的一声，手机在墙角4分5裂。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知道那天我在楼下等了你一整晚吗？你却躲我，竟然还飞去了国外。他指着我身体晃晃悠悠，嘲讽地说，齐雪，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当初和你在一起，早知道你这么冷血，我们早就该结束了。他几乎是在歇斯底里的吼叫着，我担心吵到邻居，但又害怕如果关门事情会失控得更严重。就在这时，韩小颖匆匆赶来，眼神里带着委屈又夹杂着怨恨，她死死抓住林玉峰的胳膊，柔声哄道，玉峰，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见到韩小颖，林玉峰像是瞬间恢复了几分理智，他沉沉地看了我最后一眼，这次没有说话，只是在他的搀扶下缓缓地走下楼。从那以后，我几乎没再听到关于林玉峰的消息，偶尔韩小颖还会发一些他们甜蜜的动态，但大多几分钟后就删掉了。没多久，韩小颖的社交账号也变得沉寂。有朋友告诉我，林玉峰的公司这段时间出了不少问题，由于他疏于管理，公司内部动荡不安，再加上韩小颖仗势欺人，有一大批老员工辞职。林玉峰试图挽救局面，但一切都已经太迟。有些曾经在我公司效力的老同事找到了我和朋友，他们都是当年的中坚力量。朋友一拍即合的决定留下他们。从他们的口中，我听到了林玉峰更多的近况。据说他和韩小颖吵架越来越频繁，有时甚至当着整个办公室的人面大吼。刚开始韩小颖还会低头道歉，但几次之后就敢拍桌子和他对骂，闹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他甚至撕毁了一份准备提交给甲方的重要方案，导致公司损失几十万。林玉峰愤怒之下开除了他，但听说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只是关系已经降到冰点。有次朋友还看到他们一起出现在医院，估计是动手了，有缘。同事感慨，幸好我当初清醒及时止损，现在的林玉峰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创业青年，公司每况愈下，他的人也仿佛被耗尽了全部精力。我没有
多说什么，他今天的处境其实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踏错了方向，如果不及时回头，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显然如今的他已经没了回头的打算。这段时间朋友的公司效益节节高升外企，项目顺利收尾，又接连签下新的合作，短短3个月就实现了原本设定1年的目标。我们开始讨论公司扩张的可能性，思路惊人一致，但考虑到多方因素，我们还是暂时搁置了计划。几天后，新的策划迟迟定不下来，甚至还因此发生了些许争执。但和林玉峰不同的是，朋友从不固执己见。以前我和林玉峰有分歧，他总是强硬地坚持照我的来，哪怕方案明显有问题，只要不是他提的，就绝不采纳，最终导致项目进展受阻。而朋友却愿意耐心听取意见，哪怕持反对立场，也会认真分析，在一起讨论修改。我们的矛盾总是在磨合中不断变得更加成熟稳固。那天我又和朋友争执了一番，疲惫地回到了我那套刚买下的新房子。屋子已经装修完成，随时可以入住。我把自己泡进浴缸，热水包裹住身体的那一刻，整个人仿佛被卸下了重担，轻松了许多。正当我闭上眼睛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走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擦干手，拿起手机，看见来电，先是眉头不自觉地挑了挑林玉峰。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差不多半年前的事了。自从那天他被韩小颖带走后，我们便再没单独见过面，偶尔在一些商业场合碰见，也是点头寒暄后便匆匆离开。但几乎每一次我都能感受到韩小颖望向我那灼热又带着敌意的眼神，作为现任他对前任的戒备。我不是不能理解，但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林玉峰如今明明站在他身边，他竟还心怀怨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电话。齐学，我家水管坏了，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他声音低哑，像是刚哭过一般。我皱了眉答道，你找修理工吧。我确实有些讶异，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找我。以前他工作忙，我心疼他，特地学了修理电气和水管的活。那时候无论多晚，只要他家出问题，我都会赶过去。而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他还找我，实在说不过去。电话那头沉默几秒，林玉峰终于开口，我和韩小颖前2天分手了，公司也开除了他，我们已经断了联系。我微微一愣，正要开口，他的声音却突然哽咽了。修理工我也找了，可现在太晚了。齐雪，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可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还能找谁。如果你不来帮我，我真的……他声音颤抖，语气里透着绝望，听筒里隐隐传来寒风呼啸的声音。我忽然觉得不对劲，你现在在哪儿？我下意识地问林玉峰，停顿了一会儿，低声说，天台。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几年前他刚创业时的样子，那次因为决策失误，公司损失惨重，他精神几近崩溃，夜里偷偷写了遗书，爬上了窗台。幸亏我及时发现，才避免了悲剧。原以为他已经足够成熟理智，没想到他还是会做出那重愚蠢的事。如果我不知道，也许还能置身事外，但现在既然知道他可能会出事，我就无法做事。不理我，叹了口气说，你等我简单换了身衣服，我开车赶到那熟悉的小区。一进门就看到林玉峰眼眶通红地站在客厅。屋内水管爆裂，地板全是积水。我脱了鞋走进去，只是个接口松了，用工具拧了几下，很快就修好了。小区的防水挺好的，不用担心会漏到楼下，把水清理干净就行了。我一边交代一边站起身准备离开，结果才走2步，林玉峰忽然从背后抱住了我。齐雪，你心里还有我对不对？不然你不会来。他的声音低低的，几乎带着哀求，对不起，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已经明白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愣了一下，随即抽出手，冷静地说，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做义工的，修理费是100块，支付宝还是微信？林玉峰怔住，唇角颤动了几下，半晌才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给我，转账多给了1万，我把多余的钱退了回去，特意展示了一下手机页面，现在我们两清了。他低声重复着我的话，最后露出一抹苦笑。我没有再看他一眼，睛说直离开。出门时遇到一只流浪猫，我拐进附近超市，用那100块买了根火腿肠放到猫咪面前，然后才驱车回家。很快我就明白，林玉峰也没有真正放下像
幕上线1个月后，我收到了他公司的起诉书，指控我盗取了公司的机密资料证据，详实条理清晰，除了纸质材料和转账记录，还有一个视频，正是那天我帮他修水管时拍下的视频被剪辑过，只留下我在房间里寻找工具的片段。林玉峰断章取义，说那是我在翻找公司机密，这段视频被匿名上传。很快，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个项目本就关注度极高，不少本就对我心怀不满的人开始趁机造势，恶意传播。有些吃瓜群众本不知真相，但当有人扒出我从林玉峰的公司跳槽到朋友公司，又看到2家公司近1年发展对比后，许多人开始相信我确实窃取了核心机密，一时间群情激愤，甚至有人号召抵制我所在的公司。我被带到警局，见到作为原告出庭的林玉峰时，他看我的眼神闪烁，我已经大致明白了一切，你根本没和韩小颖分手，对吧？我平静地开口，真正偷走公司机密，差点把公司拖垮的人其实是韩小颖。那天你说水管坏了，其实是为了让我卷入你们的计划。我冷静地陈述着自己的怀疑。那天在别墅我就发现了许多异常，门口的女士拖鞋、卫生间垃圾桶里带着口红印的纸巾，还有窗帘那条你一直最讨厌的蓝色天鹅绒窗帘。当时我没有多想，以为你和韩小颖在一起后性子变了，但现在看来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林玉峰抿着嘴低声说，我也不想这样的，莹莹还年轻，她还有很多机会，不能因为一次错误就毁了她。那我呢？我冷笑一声，我陪了你9年，帮了你那么多，你就能心安理得地毁了我？林玉峰沉默无言，身体微微一僵，他向我道歉，我却说觉得讽刺好笑，道歉又有什么用？他可以自由去爱别人，也可以为了另一个人毫不犹豫地抛弃我。我没有怪他，可我无法接受我曾那样无私地帮过他，到头来他却因为别人的错把我一脚踹入深渊，而我那时还对他心存一丝幻想。我看向他，眼中藏着最后一点期待。你确定要保他毁了我？他沉默片刻中，于从那薄薄的嘴唇中吐出冰冷的几个字，就当是我对不起你吧。说完这句，他便再无言语，转身离开。我怔怔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那点对他的情谊也在那一刻彻底死去。他不知道，接下来坠入深渊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1周后，案件如期开庭，因为我朋友的公司在业内早已有了声誉，加上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这场庭审还在网络上进行了直播。林玉峰的律师将所有证据逐一呈上，步步紧逼，话语之间句句为我设局。林玉峰坐在被告席上，言不发，不敢抬头看我一眼，而韩小颖则坐在观众席上，目光中恢复了那熟悉的挑衅与得意，仿佛认定我会输得彻底。但当我朋友拿出一份份事先准备好的证据时，两人的神色瞬间凝固。紧接着朋友又出示了一份关键录音，录音中林玉峰与韩小颖的对话清晰可闻，现场一片哗然。众人终于知道了两人的勾结与算计，也明白韩小颖竟为了钱出卖了公司核心机密，致使公司不仅错失发展机遇，还背上了巨额违约金。录音里韩小颖哭得撕心裂肺。林总3，我还年轻，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你真的忍心让他一出生就看到母亲在监狱里吗？我知道我错了，你打我骂我都行，甚至杀了我也可以，但你别离开我。话因未落，听筒那端忽然响起清脆的巴掌声，倒不是林玉峰动手，而更像是韩小颖抓着他的手自己打自己脸。这种苦肉计他早已驾轻就熟。韩小颖脸色青一块紫一块，坐在观众席上再也笑不出来了，整个人几近崩溃，难以自持。不可能，这个录音是假的，他们合成的。他歇斯底里地叫喊着，试图抢夺录音据，但他还未离座就被工作人员牢牢按住。好，我帮你最后一次。片刻后，林玉峰的声音冷静又无情回荡在庭审大厅，令所有人屏息。直播中网友也群情激愤，骂声不断。我看向林玉峰，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幕，只是面色惨白，没有太激烈的反应。法官看向他，问他是否确认录音真实性，是否还有反驳。
材料全场屏息，等待他的回答。韩小颖双眼通红，死死盯着林玉峰，低声哀求他澄清事实，说出录音是伪造的。可林玉峰只是缓缓站起，径直朝他走去。做人员见他情绪平稳，没多加阻拦韩小颖，误以为他是来商量对策，顿时松了口气，压低声音：玉峰，你快想办法澄清，告诉他们这段录音是假的，你要冷静。就像以前那样，你和齐学姐不是早就分手了吗？话未说完，林玉峰突然抬手重重甩了他一巴掌。录音是真的，我承认是我为了帮韩小颖恶意重伤了齐雪，他的声音铿锵有力，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直播间也短暂停顿，随即如洪水般刷屏咒骂林玉峰与韩小颖，彻底崩溃。韩小颖双眼猩红，尖叫着扑向林玉峰，想要掐死他，被工作人员死死按在地上。林玉峰走到我面前，低声对我道歉，问我为何会提前准备好一切。我一如既往的冷静将事情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在我和林玉峰分开不久，朋友偶然发现了他们的计划，并提醒我提防。那天我去林玉峰家修水管时，心里已隐约察觉这可能是陷阱，但我还是去了。既是担心他，也是因为朋友和我早有计划。项目大火后，我们急需扩展，而收购林玉峰的公司便是最快的途径，只不过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林玉峰主动送上门，正好成了我们计划推进的最好时机。我原本还有些犹豫，可他那天对我冷淡无情的态度，终于让我彻底下定决心。我将他不知道的真相一字一句低声告诉他。林玉峰听完却释然一笑，原来如此。我望着他嘴角的笑意，却只觉脊背发凉，不知为何，心中突然升起一丝不安。一道寒光在他眼中一闪而过，我看到他的手中紧握着一片寒光闪闪的刀片。我刚想有所动作，他却猛地转身，动作极快，唰的一声，韩小颖的喉咙被划开，瞪大双眼倒在血泊之中。工作人员完全没料到他竟会做出这样的事，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仿佛早已演练过千百次。林玉峰毫不犹豫地划开自己的手腕倒地那一刻，他朝我露出微笑，口型分明地说：齐雪，最后一次我来帮你。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救护车很快赶到，韩小颖抢救无效身亡，一尸两命。林玉峰虽因失血过多昏迷，但最终被抢救了回来。因蓄意杀人，他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判处死刑。网上舆论大反转，朋友原本打算收购林玉峰的公司，但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他说的对，这种方式确实太不道德了。最后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向了自己的目标。然而奇怪的是，那天林玉峰的律师突然找到我，告诉我林玉峰早已立下遗嘱，将他名下所有的股份与财产通通转移给了我。林玉峰死后的一切财产竟然都由我来支配。我愣了许久，思绪翻涌，中我决定将公司重新命名，也彻底改变了它的运作性质与服务对象。从此公司面向所有企业，专门为他们调查黑名单中的员工真实情况收费，却极为低廉，就算是最小的公司也能承受。这是我为那些不小心落入行业黑名单的普通打工人们所能做的一点微薄努力。我站在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厦天台，俯视着脚下的街道与灯火。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仿佛拨云见日，一帆风顺，蒸蒸日上。番外林玉峰视角，自从和齐雪分手之后，我的每一天都被焦躁与回忆填满。我承认，我确实对韩小颖偏心，心疼她，照顾她，但我最深处的爱始终都属于齐雪。对我来说，这两者并不矛盾。当韩小颖问我何时会分手，我是含糊其辞的敷衍过去，说再等等。我知道他会等齐雪，也知道他不会真的离开我，毕竟我们已经在一起10年，我坚信他不会放弃我们的感情。所以那天他提分手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在意。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在闹情绪，直到后来他对我越来越冷淡，越来越陌生，直到他望向我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一丝爱意时，我才终于开始慌了。我试图挽回他，可他一次次把我拒之门外。韩小颖为我出谋划策，他说女人最懂女人的心。我听了他的建议，去向齐雪炫耀我
的恋情，甚至还伪造了孕检通知发给齐雪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却越来越远，在他放我鸽子又悄然飞往国外后，我彻底崩溃。我真的不懂自己究竟哪里需要这样卑微。愤怒之下，我答应了韩小颖的表白。得知他回国那天，我借酒浇愁，喝得不省人事。那一夜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似乎是我去找了齐雪，也可能是被韩小颖带走了。1个月后，我得知韩小颖怀孕，终于下定决心要忘记齐雪。可不知为何，公司状况日渐下滑，我日夜奔波调查，却发现被后捅我一刀的人竟然是韩小颖。我彻底崩溃，她站在我面前悔恨懊恼，我却还是心软了，决定帮她。我原以为齐雪如今已经事业有成，即使被我拖累也不会受太大影响，而韩小颖还年轻，我想再给她一次机会。可那天齐雪帮我修好了厨房漏水的水管，还顺手带走了垃圾。我站在卧室阳台看着她，半蹲在院子里，轻轻地喂着一只瘦小的流浪猫。他离开后不久，韩小颖也从街道的那头缓缓走来。他走到那只猫咪身边，停顿了2秒，忽然抬脚狠狠踢向正在乖吃东西的小猫。那一刻，我如遭雷击，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从内到外早已彻底腐烂。所幸我还有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这一生我似乎从未真正帮过齐雪，这一次就让我为他做点什么，就当是赎罪了。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刚进饭店包间，暖黄色的灯光映在桌上的盘子里，色彩斑斓的菜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餐厅包间的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喧嚣。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一家3口以及婆婆和小叔子一家。我刚把菜单递给服务员，心里还在想着天，这顿饭总算能安安静静的吃了。往常家庭聚餐，婆婆总是热情的过了头，喜欢大张旗鼓的邀请亲戚朋友，搞得像是一场社交活动。可是这次事情似乎又朝着我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了。梦玲呢？今天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一定要吃好喝好。婆婆的声音热情洋溢，夹杂着说不出的虚伪。就在我刚松一口气的时候，婆婆突然打了个电话出去。没几分钟，小叔子一家3口出现了，紧接着弟媳的娘家亲戚也浩浩荡荡的进来了，足足有9个人。包间里瞬间变得拥挤不堪，桌子上的椅子都快不够了。我愣住了，心里瞬间充满了不满和疑惑。刚才点的菜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吃，婆婆这是在搞什么？我看看丈夫，他脸无奈地摇摇头，显然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妈，您这是怎么突然把这么多人叫来了？我压抑着心中的不满语气，尽量平和。婆婆笑得合不拢嘴。梦玲反正聚餐嘛，多几个人热闹不好吗？大家都是一家人，别那么见外。对了，你们经济状况好，你们请客。我心里一阵翻江倒海，什么叫我们请客？这顿饭我可没打算请这么多人。我看向丈夫，希望他能帮我说几句话，但他只是低头玩着手机，似乎完全没注意到眼前的局面。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既然婆婆这么热情，那这顿饭我不吃了。刚走到门口，婆婆突然挡住了我的去路，她的笑容瞬间消失，语气变得严厉：你走了谁买单？我愣住了，看着婆婆那双紧紧盯着我的眼，内心的愤怒瞬间涌上心头。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婆婆今天这一出根本就是在设局，逼我买单。我一阵委屈和愤怒交织，心跳加速，脑子里一片混乱。妈，您这是逼我买单吗？我从来没有说请这么多人。我终于忍不住爆发。婆婆冷笑一声：梦玲，你是我们家的媳妇，就该有媳妇的样子，大家都看着呢，你走了像什么话？这点钱你还不愿意花？我僵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丈夫依旧沉默，似乎在逃避他的沉默，更让我感到无比失望。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对，我是1994年出生的，独生女，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疼爱有加，家境虽不算富裕，但也不差。父母一直告诉我，女孩子要自立自强，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我一直很努力，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外企工作，收入不错，生活也算过得去。和丈夫相识时，他很温柔体贴，我们恋爱了3年才结婚。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可婚后我才发现，家庭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婆婆，她对丈夫的小叔子一家格外偏爱，每次节日总是提前
准备好礼物，甚至连小叔子家的孩子生日都会大张旗鼓的庆祝。而我和丈夫结婚后，婆婆很少主动关心我们，唯一一次送的礼物还是一条过时的围巾，明显是随便应付的。我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这些问题，但他总是说，妈年纪大了，她就是那样的人，咱们别计较。可我心里越来越不舒服，每次家里有聚参，婆婆总是把小叔子一家捧得高高的，而我连一句关心的话都听不到。丈夫的态度让我感到无比失望，他每次都站在婆婆那边，从不替我说话。这次婆突然喊来小叔子一家和弟媳娘家，我心里的不满彻底爆发了，她的偏心已经到了让我难以忍受的地步。我曾经试图和婆婆好好相处，尽量不去计较这些琐事，可她却一次次的挑战我的底线。几天前，婆婆还因为我们没有给她买昂贵的保健品而大发雷霆，说我们不孝顺。那天晚上，我和丈夫吵了一架，我质问她，为什么你总是站在你妈那边？她这么偏心，你看不出来吗？丈夫依旧那副无所谓的态度，妈就是那个性子，她疼小叔子家是她的事，咱们过咱们的日子不就行了？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每次都是这样，她从来不敢反抗婆婆，仿佛家里的一切她都可以无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么无足轻重，今天的事情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已经忍了太久，心中的愤怒早已在无数次的失望中积蓄。婆婆依然站在我面前，表情是严厉，似乎在等我妥协。我看向丈夫，希望他能出来说句话，可他依旧沉默不语，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我深吸一口气，心里的愤怒终于无法抑制。妈，今天饭我不会买单，如果您觉得我是家里的提款机，那我现在就可以走。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她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反抗，包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停下了说笑，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空气仿佛都变得沉重起来。梦玲，你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一家人吃饭，你这么做像什么话？婆婆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显然被我这番话激怒了。我看着她冷静地说，这是您请的客人，您应该承担这份责任，我没有义务为您的一时兴起买单。丈夫终于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复杂的情绪，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梦玲，你别这样，他终于开口，声音却显得那么无力。我转过身，不再看他。如果你是坚持站在你妈那边，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之间的问题早该解决了。包间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不敢吭声。婆婆站在那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显然没想到我会当众反抗，我不再犹豫，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传来婆婆愤怒的喊声，但我已经不想再回头。走到饭店门口，我忽然感觉整个人轻松了许多，年积压在心中的怨气似乎随着这场爆发得到了释放。我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让婆婆彻底对我失望了，而我也不再需要去讨好她，去勉强自己做那个好媳妇。我和丈夫的关系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但我清楚这一次我不再让步，我有我的尊严，我有权利为自己而活。未来会如何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知到今天的选择我不会后悔。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深夜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从梦中惊醒，摸索着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儿子的名字闪烁着，时间是凌晨2点。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年纪大了，睡得本来就不踏实，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吵醒，心里更是莫名烦躁。妈，今年过年你还是来我这儿吧，小孙子都嚷了好几天了，说想奶奶了。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带着一点急切和恳求，还没等我开口，小孙子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奶奶你快来呀，我给你留了个房间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住心头的火气，声音尽量放轻，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不想多说什么，直接挂了电话。屏幕上显示的通话记录提醒我这已经是儿子今晚打来的第19个电话了，他连续几天这么频繁打电话，显然不是为了单纯的团聚。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去年的过年经历，那次的疲惫与屈辱，至今还像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去年春节，我按儿子的邀请去了他家过年，没想到一进门，的亲戚们已经把家里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父母弟媳还有几个外地赶来的亲戚，10几个人聚在一起，热闹是热闹，可我心里却没由来的感到不安过。
然从第2天开始，我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免费保姆。一大早我得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后马上进厨房准备午饭，一天要做3顿饭，连电饭煲都开了好几次。每顿饭的菜量大的惊人，吃完后大家都围在一起聊天，却没有一个人主动帮忙收拾我，只能自己默默收拾碗筷、刷锅、洗碗。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个屈辱的夜晚，儿媳的父母和亲戚们住满了房间，我自己被安排在沙发上睡觉。那晚，我躺在冰冷的沙发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本以为儿子会为我争取哪怕一个小房间，可他什么也没说，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的痛苦和委屈。我是他亲妈，可在这些外人面前，我竟然成了最不重要的那个人。我的思绪飘回了更早的日子。我和老伴结婚时，生活虽然辛苦，但我们相濡以沫，日子过得踏实。老伴在工厂上班，我负责家里的琐事和照顾儿子王志小时候很懂事，学习也不错。老伴身体不好，我就一心扑在儿子身上，盼着他能有个好前程可生活，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老伴在王志大学毕业的那年突然病重，那段时间我日夜守在病床前，心力交瘁。老伴临终时还一直念叨着想见儿子最后一面，可王志当时因为工作忙，匆匆打了个电话说过几天再来看。几天之后，老伴已经走了，我抱着老伴的遗体痛哭，心里满是遗憾和失落。老伴走后，我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王志结婚后，我本以为他会常常回来看我，可是他结婚后就变了。结婚前他还时不时打电话问候我，婚后似乎一切都变得遥远了，特别是儿媳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与儿子的关系。儿媳李梅是个强势的人，主外主内都要插手，王志对她也是百依百顺。每次去他们家，我都感到格外拘谨，仿佛自己成了一个不速之客。我曾想过晚年能在儿子家安享天伦，可儿媳李梅从不欢迎我常住她的父母，倒是常住儿子家。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她的父母住得舒舒服服，享受着儿子家的好，而我却连一个多待几天的机会都没有。我试探性地问过王志，你看我一个人住着也挺孤单的，能不能搬过去跟你们一起住？他支支吾吾地说，妈不是说我不想。李梅她不太喜欢家里人多，你知道的，我也不好做主。听到这话，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儿子已经不再是我的儿子了，他变成了一个只会听从妻子指令的局外人。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更加复杂。眼前的现实让我无比无奈。我独自住在这套老房子里，老伴不在了，儿子远在城里。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天伦之乐，可如今这些却成了我遥不可及的奢望。前不久，我在街上无意间听到邻居说起李梅的父母在儿子家住得相当舒坦，甚至连小孙子的接送都由他们负责。我听着这话，心里五味杂陈。我曾想过，或许有一天儿子会改变主意，接我去城里住，可每次我试图靠近他们的生活，总是碰壁。每次去儿子家，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连小孙子都显得和我生疏。我经常问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的儿子那个小时候每晚都要依偎在我身边的孩子，长大后却变得如此疏远？可无论我怎么思考，答案始终模糊不清。深夜的房间里一片寂静，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儿子今天的19个电话像无形的铃铛在我耳边不停地回响。我知道他的热情邀请不是因为真的想让我过去团聚，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免费保姆。我已经68岁了，身体大不如前。去年被迫承担的重活和屈辱让我心里至今没有释怀。我的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念头，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一直在为儿子为家庭牺牲自己，可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也有权利为自己活一次。我不想再去儿子家过年，不想再为10几个人忙前忙后，更不想再被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人。想到这里，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是时候说不了，我不能再一味付出，更不能为了那份早已变质的清醒继续委屈自己。2天一早，儿子又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焦急。妈怎么样？你决定好了吗？孙子一直在等你呢。我淡淡的回答道，我不去了，这么多人我照顾不过
来也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电话那头，儿子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他还想说些什么，我已经不想再听，直接挂了电话。挂了电话后，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为自己做出决定。或许儿子会不理解，或许亲戚们会觉得我冷漠，可这一刻我明白，我终于学会了爱自己。我不再待那些虚无缥缈的亲情，不再幻想儿子会突然回头。我知道我的晚年生活只能靠自己，与其在那些无谓的期盼中失望，倒不如学会放下，学会为自己 see。而活我坐在床边，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温暖而柔和。或许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没有那些纷扰的家庭琐事，也没有那些不必要的付出，只有我自己安静地享受属于我的这一份宁静心情。终究是无奈的，可在这份无奈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知道无论未来如何，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为自己而活。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故事在老公一意孤行要拿40万给他弟弟买房后，我转身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谁的弟弟谁养我不惯着，只是我才回娘家3天，老公却给我打了50通电话，每一通电话无一例外都是让我赶紧回来，说你不回来谁出钱？老公的大包大揽，老公的打肿脸充胖子澡。已经不是1次2次了，而是每次婆家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老公总会冲在前面，心甘情愿当冤大头。如果他拿自己的工资去扶贫父母和弟弟，我也就可厚非了。可他每次都是拿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去补贴。这次小叔子要买婚房，老公甚至还动起了我嫁妆钱的主意。我和老公的结婚属于俗套的戏码。城里独生女嫁给农村凤凰男，当时我对老公很有好感，认为他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也很会哄人开心。即便父母百般阻拦，也依旧阻挡不了我要倒贴下嫁给他的决心。我完全依附恋爱脑，陷入爱河中无法自拔。父母对我恨铁不成钢，却也狠不下心跟我断交关系。父母狠不下心断交，那就只能尽全力给我买房置办嫁妆。因此当婆家还在哭求没钱买婚房的时候，我父母已经给我置办了一套陪嫁房，甚至连房子装修父母也全部包办了。婚后我和老公拎包入住，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和幸福。原以为日子就这样无波无澜地过下去，直到婚后第3个月开始，婆婆陆陆续续来找我们要了好几次钱，每次都是借口身体不适要看病吃药。前面几次我都信以为真了，婆婆要多少就给多少。可后面次数多了，我就有些怀疑了，毕竟公婆身体好好的，吃嘛香，怎么天嚷着要看病吃药呢？我留了个心眼，这才无意中发现公婆借口生病要钱，完全是为了拿我们的钱去补贴小叔子。小叔子虽然也大学毕业了，可高不沉低不就的，对工作也不上心，3天打鱼2天晒网。被我发现了之后，公婆干脆也就破罐子破摔，要求我们每个月给2000块钱生活费。对于这个要求，公自然是一口应允下来。而从那之后，公婆要钱的次数就更多了，要钱的金额也更大了。小叔子买车，婆婆让老公出3万，我不同意，老公就背着我偷偷给。是小叔子的恋爱经费不够，婆婆让老公每月补贴他弟弟2000，老公也听从了，老公的钱全都倒贴在了他父母和弟弟身上，对我们这个小家庭自然就付出的少父母见我又要还房贷又要养家养孩子，心疼不已，又主动每月补贴我3000块钱。有了父母的补贴，我才得以喘口气。只是老公却对自己小家庭的困境视若无睹，总是拿房产证没加他的名字为由，拒绝和我一起还房贷。为了房贷以及他父母弟弟，我们没少吵架，而每次一吵架，老公就拿房产证没加名字来说你爸妈都防着我，我何必上赶着帮还房贷？老公的自私让我很有离婚的冲动，可为了孩子和我背后的父母，我不得不继续忍气吞声，图让老公迷途知返。老公不但没有迷途知返，反而在小叔子开始谈婚论嫁时，拍着胸脯跟公婆保证，他要拿40万给自己弟弟买房。看着老公大包大揽的样子，我对他失望透顶了。这个男人永远拎不清。我收拾行李，带着孩子就回了娘家，眼不见为净。我躲回了娘家，对婆家的那堆破事一概不管不问。
要是贸然阻止，还会被老公怒斥我挑拨离间他们兄弟俩的感情。我以为自己不闻不问就能甩掉婆家的这一堆琐事，结果我在娘家住了3天，老公就给我打了50通电话，无一例外全都是让我赶紧回来救急，说你不回来谁出钱？我手上可没有任何积蓄，我弟弟就等着我拿钱付首付签合同了。我冷笑说一声，这可真是重情重义的好哥哥，即便自己没钱也要打肿脸充胖子。我告诉他，咱俩的夫妻共同财产早就被你补贴给了你父母弟弟，现在分文无存。老公却不死心地说，咱俩的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了，可你爸妈给你的30万嫁妆你不是一直没动过吗？你先拿出来给我弟弟救救急吧，反正放着也挣不到多少利息。我忍不住嗤笑了起来，老公真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明知自己身无分文，却依旧夸下海口要拿40万给他弟弟买房，这可真是上赶着当。冤大头呢，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挂断了电话。之后2天，老公每天打来10几20个电话，全都是催促我赶紧转账，大家就等着我了。我冷笑一声，直接把老公的电话和微信全都拉黑了，而找不到我的老公又把电话打到了我父母那里，还一番哭穷诉苦，希望我父母能伸出援手，或者劝劝我别跟他一家人。对着干看着如此拎不清的老公，我气不打一处处，终于下定决心准备离婚了。留着这样的男人只会拖累了我以及我背后的父母，离婚的决定让我心情沉重，但想到老公的无视和自私，我渐渐坚定了决心。我开始整理离婚所需的各种文件，同时也在心里为即将到来的单身生活做打算。虽然我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但我知道离开一个总是让我痛苦的男人是我重新开始的第一步。父母得知我的决定后，虽然心疼，但也支持我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告诉我，婚姻不是儿戏，不能因为一时的感情而忽略了生活的现实。我深知，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能不再受制于人。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寻找新的生活目标。而老公他的身影在我的生活中逐渐模糊，成为过去式。虽然他曾经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一环，但现在我明白，真正的幸福只能靠我自己去创造。接下来请听第2个故事，嫁给老公。第8年，我终于盼来了婆家老房子拆迁的好消息，只是我们翘首以盼了许久，婆婆通知分家产的消息却迟迟没有来到。我有些坐不住了，催着老公去找公婆，结果公婆却说，你们夫妻俩学历高，工资高，在城里有房有车，就不需要再跟你弟弟争夺家产了。你弟弟学历低，工资低，没房没车，怪可怜的。然而婆婆也不考虑小叔子学历低，是因为他从小好吃懒做，不舍得努力用功，工资低，那自然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不了没文化的苦，只能干一些底层的工作，又累又脏又没钱。只是婆婆却听不了这些真心话，在她看来，2个儿子都是自己亲生的，理所当然要住一样的房子，享受一样的生活。于是没有跟我们商量，婆婆就径直把所有的家产全都给了小叔子，唯独漏掉了我和老公一向对他爸妈言听计从，也不敢主动为自己争取利益。我忍不住站出来为自己争辩，却被婆婆一顿怒骂，我们的房子和钱爱给谁就给谁，你一个外人媳妇儿管不着婆。婆口口声声表明房子和钱都是他们的，他们爱给谁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我无权干涉，更何况他们的大儿子都没有意见，我一个儿媳妇有意见又有神们用。对于老公的窝囊和不争气，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哪怕他学习好比小叔子刻苦许多，但嘴巴却一直木讷不懂得为自己争取，无奈之下我只好连人带行李把公婆扔出家门。我以为婆婆会理亏，灰溜溜离开，结果人家却堵着门口不走，说你们不养老谁养老？我顿时被她的话给气笑了。婆婆都偏心到这个程度了，还想着让我们养老，她真是脸皮够厚。不管婆婆如何堵门恳求，我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老公只好把公婆先送到小叔子家暂住。然而对偏爱的儿子儿媳妇却似乎并不领这个情公婆，在小叔子家才住了1个月，就闹着要回我家，说小儿媳妇强势霸道他们，整天受气受委屈。老公也很心疼自己
的爸妈遭罪，又反过来劝我忍一忍，家产是他爸妈的，给谁不是给，没必要斤斤计较，反正都是一家人。我冷冷瞥了老公一眼，老公却没有意识到什么错，误也压根不觉得自己被亏待了，应该去找公婆讨个公道。我看不下去了，直接就回绝了老公的要求。不是我计较小气，而是公婆为人处事太过分。老家签2套房子80万的拆迁款，他们但凡公平公正一些，我也不至于如此气愤到上纲上线。可公婆偏偏只看到小叔子的不容易，却没看到我们夫妻俩的艰辛。果然被偏爱的都容易被宠，为了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我和老公早出晚归，连节假日都加班加点，就为了还债。我没办法原谅婆婆的偏心，更没有办法原谅婆婆把我们夫妻俩都当成了傻子，见大儿子说话不算数了。婆婆又带着行李来求我，说自己错了，不应该偏心可当。我要求她平分房子和迁款时，婆婆又不作声了。看到婆婆的沉默，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们无非就是偏爱小儿子，哪怕小儿媳妇各种刁难他们，也依旧要偏心到底，不肯平分家产。我让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你们的家产给了谁，你们就找谁养老。至于我，你们既没有给彩礼，也没有分房分钱，那我自然也没有这个义务的拒绝，让公婆恼羞成怒。老公更是暴跳如雷，责怪我对他爸妈不孝顺。然而他怎么不好好想想，在偏心的父母面前，不被偏爱的儿子做的再多也是鱼是无补的。老公还在天天跟我软磨硬泡，虽然我一如既往的拒绝了，只是这样的拒绝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在这个家庭纷争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婆婆的偏心，老公的无能为力，让我开始反思这段婚姻的价值。或许我一直都在错误的方向上努力，以为努力就能换来家庭的和谐，却忽略了真正的和谐需要的是公平和尊重。我开始考虑，是继续在这段充满矛盾的婚姻中挣扎，还是选择离开，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为你的不公而买单。我不能再让婆婆的偏心、老公的无知成为我生活的枷锁。我要为自己争取，为了我自己的幸福，也为了不让我的孩子在这样不公平的环境中成长。我知道这条路不会容易，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用我的勇气和智慧为自己争取一个公正的未来。